还明明有着倾城的美貌，却偏偏把自己打扮成丑八怪，并不是他的品味有够独特，而是他被权势滔天的江家看上了。为了让对方知难而退，他故意装扮成这副鬼样来恶心对方。可他万万没想到，江家非但没有改变想法，当面连婚期都直接敲定了。我看8月15是个好日子，婚期就定在这天吧。江老爷子年纪虽老，这心却不老，他一眼看出古家不愿嫁你，奈何大师言定，天定姻缘选中的就是他。今天见面本来说好是相互认识，可结果江家去的只有江老和江市长，一个女眷都没去，甚至新郎江成宇更是连个电话都没打。古董觉得女儿受到了委屈，咱不嫁，回去爸就去退婚。他就这一个宝贝疙瘩闺女，大好年华凭什么要嫁给大8岁的江成宇？还不被江家人尊重？江家厉害如何，能威胁得了他们？大不了公司不要了。古夫人也激动说道：“对，挣钱就是为了让孩子们生活好，现在钱反而成了累赘，大不了不要。”古冉冉感动的红了眼眶，但是他怎么忍心真的让父母放弃多年心血呢？他们可以什么都不要，但弟弟呢？他不能这么自私。这边江氏集团总裁办公室，江成宇正在认真的伏案工作，父亲进门，他只是抬眼看了下，接着他继续办公。江老出声通知道：“8月15你的婚期。”江成宇身子不动，再次抬眸望着父亲。江老喝了口清茶道：“我知道你这么多年的坚持，你妈在天上也不愿意看到你至今不婚。婚期已定，女方是古家人，叫冉冉，是个很特殊的女生，今年20，还是个学生。呵，20啊，送给江苏木吧。”江成宇唇角勾起一抹讥笑，想也不想的随口吐出：“混账！江成宇，这是你媳妇，你说送给你侄子就送的。”江老每次和二儿子说话都要被气得半死不活，他就像是自己的逆子，说话行事风格都和他逆着来。那要不谁定谁娶？江成宇继续道：“江成宇，江老再次被儿子气得吐血，这次由不得你，彩礼已经备好，准备去古家提亲。我警告你，江成宇，就算你死，这个婚你也得结。”江成宇眼神凌冽：“不可能！”江老喉结滚动，看着如此抗拒的江成宇，抛出杀手锏说道：“结婚，我告诉你关于他的一切消息。”这次轮到江成宇意外了，他知道那个他指的是谁。他眯眼，你也在查？江老起身：“8月15是婚期，好好准备。”时光飞快，婚期如约而至。古冉冉的婚纱，听说江家花了大价钱请的南国著名设计师私人定制的一件婚纱，价值1000万，给足了古家的面子。这么名贵的婚纱穿在身上，古冉冉并没有多开心。古夫人进屋，她挥手退去化妆师，屋内就留下母女两人。冉冉，你不该答应的。古冉冉笑着安慰母亲：“我忽然觉得结婚挺好玩的。”古夫人伸手放在女儿的头顶，她眼眸闪过自责，轻轻抚摸着古冉冉的脸：“冉冉，那天江老把你留下到底说了什么？”古冉冉一愣，想到那天江老的话：“冉冉，你知道得罪江家的下场吗？”古冉冉没说话。江老又说：“你心里知道，而且你的眼神告诉我你不怕得罪江家，但是你有为你父母考虑过吗？你弟弟呢？人活一世不能那么自私。”古冉冉双手不自觉地攥紧，许久才开口：“江老，我能知道你为什么选中我了吗？”江老笑了笑，他双目炯然有神，说起来也是可笑。等时机成熟，我定然会告诉你。古冉冉点点头，希望这个时机不会太久。你同意嫁给程宇了，条件是你不能下手对付我家，我爸妈创业不易。回过神，古冉冉望着母亲担忧的脸，佯装开心的笑道：“没什么，妈，其实江家很好的，家大业大，你跟爸爸别担心了。”另一边的房间，江老拿出一捆单页，还有一个 U 盘，这里有你想要的一切信息。江成宇伸手要去拿时，江老却收回去。婚礼结束来找我要。江成宇被父亲拿捏着住咽喉，他喉结滚动，起身穿上新郎服推门而出，一场婚姻就此开始。古冉冉提着婚纱，穿着不习惯的高跟鞋，一步步走向在等他的父亲。看着父亲微红的眼睛，古冉冉泛酸的心被他强压下。古冉冉挽着父亲的胳膊，抬脚走在花瓣铺成的路上。他远远的看了眼站在那里等他的男人，这是古冉冉第一次见到他。江成宇她的丈夫虽说都在东国记室，但两人却从未碰到过。倒是江成宇这个名字让他早有耳闻。江成宇28岁，事业有成，样貌清秀，他是东国经济之王，手握无数条经济命脉，多少人胆怯的对象，如今成了他的新郎。年纪轻轻却气场强大，生的一副眼孔让人面对他不自觉的紧张。此刻婚礼现场的他却像是从外出差回来，风尘仆仆都没好好拾掇自己就来结婚。结婚在他这里好似成了应付，看来他也不满意这个婚事啊。既然如此，那就一拍即合了。想到这，古冉冉嘴角勾起弧度。当晚古冉冉便跟着江家的人去了江家的老宅。一想到今晚是新婚夜，古冉冉无颜面对的闭眼，她紧张的咬着嘴唇，今晚该怎么办啊？婚房门被推开，她紧张的睁开眼，迅速从床尾站起，看到进来的男人，她紧张的吞咽口水。江成宇朝屋子里走来，朝着古冉冉走去。古冉冉惊恐的后退，那个咱俩熟悉吧，我叫古冉冉，20岁，过了暑假就是大2了，你到底用什么办法说服他的？江成宇眼神充满狠厉的看着眼前的女孩，因为急于要父亲手中的资料，他无暇去多想，匆匆答应下了婚事。但是想和江家联姻的人那么多，眼前这个不出彩的女孩是如何说服那个顽固的老头嫁给他的？古冉冉愣住，我不懂你说的什么意思。江成宇自顾自地说道：“不要贪不属于你的。古冉冉，别以为嫁入江家就高枕无忧万事大吉了，恰恰相反。”古冉冉这次懂了，她怀疑自己为了嫁给他用阴谋诡计说服江老的。为了消除两人之间的误会，古冉冉解释：“江成宇，你也是被逼的吗？其实我也是。”江成宇嘴角扯起一抹讽刺：“今天一天，古家最少接了15项工程，你告诉我你被逼的？”他这语气直接让古冉冉火大，他好心解释，却不被人相信。江成宇，你讽刺我爸卖女求荣，我告诉你，要不是你爸逼我，我爸就算饿死也不会把我嫁给你们家的。好啊，那我就看看古家饿死会不会来江家求我救助。江成宇拿出手机给助理下命令：收购古家。总裁，哪个古家？我岳丈家。江成宇看着古冉冉，他说出这句话，古冉冉新婚夜气的想上去狂扁一顿江成宇，他着急的暴露了脾气。江
成宇，你算个屁上界帝王！他还不知这女人竟然直接爆粗口。古冉冉穿着傍晚时待客的礼服跑出婚房，他跑出门随手拉着一个佣人问姜老呢？他的动作给佣人吓了一跳，卧室吧。他又问那姜老卧室在哪？佣人指了一个方向，古冉冉顺着刚才佣人指的方向走去，在姜老的门口见到了管家。老爷已经睡下，什么事情还是明天再说吧。这时屋子里传来声音，管家，先让他们去书房。5分钟后，姜老披着外套出现在他的书房，沙发上还坐着那对新人。古冉冉都在蹲着脸生气了，江成宇却在打量生气的他眼神眯起，倒是不知道他得知自己要收购古家为什么第一反应是来找自己父亲，找我何事？古冉冉起身走到姜老面前，姜老，你答应过我的，姜家绝不会对古家下手。姜老看了眼在沙发上淡定坐着的男人，他了解二儿子的性格，心中已然知道了个大概。你先出去，我和程宇谈谈。古冉冉闹到这里，他还未说其他，竟然让他先离开。他不是讨人嫌的，但是事关他家，他不想做无谓的牺牲。嫁入姜家，公司被收购；不嫁入姜家，公司会破产。姜老，如果你做不到你说的，那我也做不到我答应的。出去！姜老发火了，古冉冉手握了下拳头，他转身出门，撤回命令，不许动古家。老爷子，你到底被他拿捏了什么把柄？江成宇问。江成宇，别让我说第二次，再让我发现你针对古家，别怪我不客气。少见父亲如此严肃，这勾起了江成宇的兴趣。我越来越好奇，你们之间有什么秘密了？他当着父亲的面给助理打电话，撤销了对古家的收购。江成宇起身道，别妄想我会怎么对他好，他不配。说完，江成宇离开了父亲的书房，出门他看到旁边靠墙一直等着的女子，古冉冉也看着他，清透眸子带着火苗和隐忍，他瞥了眼离开。古冉冉接着进入书房，姜老，你说过我只要嫁进来。话都没让古冉冉说完，姜老冷训，以后这件事在家中不许向任何人提及。古家的危机已经解除，成宇以后不会再这样做。他要离开时，古冉冉倔强地堵着姜老的去路，空口无凭，你得给我立字据。说完这句话，管家都愣了，他这是不相信老爷的话，谁都不愿意自己的话被质疑，何况是高高在上的姜老，一个小丫头片子竟然让他立字据。姜老面色一沉，管家立马从中打岔，他知道老爷的脾气不好，担心老爷对新娘子发火，二少的媳妇就跑了。二少夫人，老爷向来说话算话，时间长你就明白了，既然老爷说会罩着古家，就绝不会办出伤害古家的事情，字据就没必要立了。你入了门，大家都是一家人，立字据伤人感情。管家说完，他眼神示意古冉冉不要再倔强的开口了。古冉冉接下了管家的好意，他没有继续说话，反而是姜老怒气冲冲的离开书房，到了卧室，姜老气道，若不是必须他，我姜家又怎么会要这样的儿媳妇？管家也抚平姜老的火气，您消消气，二少夫人年纪小，性子直，她嫁入姜家别人不知道为何，我们还不知道吗？站在她的角度，也理解她的行为，毕竟她在今天前都是古家的孩子，二少爷新婚夜就要收购古家，他担心他的家人，自然急了些。这话也只是稍稍的抚平了姜老体内的火气，派2个人去守着2人的房间，别今晚再发生其他的事情。古冉冉知道自己惹了姜老不悦，但是他心中还是不放心，万一以后时间长，姜家人记性不好，说话不算话咋办？但他知道不敢再去找姜老了。正在走路时的古冉冉忽然听到楼下有争吵声，他好奇的去到栏杆边往下看，是江成宇，他要出门，管家和姜市长在拦着他。二少爷，今晚是你的新婚夜，你理应和二少夫人在一起，新婚夜出门对新人不吉利。管家刚从佣人口中得知江成宇要离去，他赶忙来拦截。姜市长恰巧出门也遇到成宇，20-30的人了，能不能不幼稚？冉冉是你娶回来的妻子，你要为她负责。今晚你走了，明天你让她在姜家如何抬得起头来？大哥，我这场婚事我不知道内情，你还不知道吗？我只奉命结婚，不奉命洞房，别拦我，你们拦不住。江成宇欲要离开，姜市长再次拦住他的路。冉冉在2楼看着你呢。江成宇侧脸抬头，看到一身小礼服正看着他的女孩子，他喉结滚动，接着一言不发越过姜市长的身边离开姜家老宅。他在用行动对古冉冉表明他对他的反感。如今古冉冉在姜家，公公对他已经心生不喜，丈夫也对他视若无睹。他叹气疲惫地回了新房，屋子里满屋的红，与古冉冉来说就是讽刺。他整理了下沙发，不动屋子的其他东西，直接躺在沙发上边闭眸。夜晚，江成宇自己驱车来到了叶南别墅，这里才是他真正的家。平时他都是独居在此，停好车才发现门口坐着一个乱醉的女人，手中还拿着酒瓶，眼神迷离地看着朝他打过来的灯光。他走进到门口，你怎么在这里？高玉儿看到他，欲语泪先流，为什么要娶她？他的眼泪从眼角流向鼻尖，眼眶红彤彤，看起来哭了许久。成宇，你告诉我啊，你喝多了？我没有。成宇，你知道我的心意，我喜欢你了15年，我是你身边待得最久的女人，我以为你要结婚，那个人一定是我，为什么是他？真的就是因为他比我年轻吗？江成宇上台阶，弯腰将他抱起带入了叶南别墅。女人还在哭着说着，你不是那样的人，你告诉我为什么娶她好不好？你一定不爱她，你爱的是我对吗？江成宇将她放在沙发上，醒酒就走吧。高玉儿哭得心碎，我守了你15年，我了解你，能住进你叶南别墅的女人才是你真认可的人。成宇，那个女人是我对不对？可你为什么要娶她？她到底是谁啊？为什么从中插入我们的感情？高玉儿从知道江成宇要结婚开始，父亲怕她大闹婚礼现场，将她锁了起来，天晚才放出来。高玉儿接受不了她爱的男人娶了别人。江成宇看着腿边泣不成声的女人，他问她的话他都无法解释，最后他给高家的人打电话，才把她接走。这一夜江成宇头疼欲裂，他去了书房，拿着从父亲处得来的资料一页页的翻看，他不知道这样对不对，为了资料娶了一个素未谋面不曾相识的女孩，不过是彼此利用罢了。如此想来，他的心没有那么纠结了。翌日清晨，古冉冉起床用餐时，坐在餐桌上，大嫂魏爱华心中犯鄙视，她不大不小的声音嘀咕，和允儿比，差的不是10万8千里，怎么最后选了这样的货色？江市长在一旁咳嗽，给妻子一个提醒，对比不让吗？魏爱华坐在位置上，对对面的古冉冉没有好脸色，以后谁要是给我儿子介绍这样的，我能撞死在他面前。够了，江市长不是傻子，他能听懂妻子的话。魏爱华不就是在说姜老和自己给程宇找的这个妻子不好吗？你只是程宇的大嫂，程宇的婚事你没资格插嘴。江市长清早发了火，姜老缓缓道来，吵什么呢？睡了一觉，他的心情好多了，没有为昨晚古冉冉的事情而生气。他坐下后看向古冉冉身边无人，冉冉，程宇呢？去叫他下楼吃
吃饭，古冉冉看着身边空了的位置，他该怎么开口说江成宇不在家呢？管家理解古冉冉的为难，他出言：二少爷昨晚就不在家，许是去公司了吧？什么新婚夜去公司？我不是让你看着的吗？为何昨晚没有人告诉我？都想造反吗？江老听此大怒，魏爱华阴阳怪气道：不喜欢身边躺着的人，可不得躲得远远的。江市长也怒了，你给我闭嘴！新娘子入门第二天，他无声不说话，却被人欺负到如此地步。江市长看不惯妻子的行径，他拉着魏爱华离开餐桌。江老怒拍桌，把江成宇给我叫回来！他无法无天了。古冉冉在楼下餐厅等丈夫回来，然而没等来江成宇，却等来了让古冉冉意外的人——高雨儿的到来。古冉冉不解地看着江老，这是谁？江老面露难看，但是高家和江家的关系，他无法当高雨儿看不见，只好开口：雨儿怎么来了？快请坐。高雨儿进屋，第一眼看的便是坐在江老身边的古冉冉。江家只有这一个生面孔，高雨儿一眼就猜测出她就是江成宇的妻子。她强忍着笑容坐在沙发上，伯伯，我是来找大嫂的，找爱华，让冉冉去帮你喊。江老也是个处事方圆的人，高雨儿来了江家几十次，哪怕关系再好，他也从未让高雨儿上2楼过，活动区域都是1楼。在江老的心中，只有江家人才可以上楼。他的每次说话也拐着弯的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让古冉冉去喊，便是告诉高雨儿他是江家人。古冉冉心中隐约察觉到江老的意思，他聪明的起身，顺着江老的心思道：爸，那我上楼去叫大嫂了。这一声爸也让江老感到了舒服，随后他满意的笑着点头，去吧孩子。江老知道古冉冉懂他的意思了，听到高雨儿来了，魏爱华眼中一亮，看着古冉冉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愤恨，随即故意佯装说道：是雨儿啊，她应该是来找程宇的吧，她可是程宇的。哎，算了，程宇都结婚了，之前的刻骨铭心都让他过去吧。这话欲言又止的，古冉冉心底一下清亮起来，原来高雨儿是她丈夫的恋人，江老故意让她上楼喊魏爱华，就是为了告诉高雨儿她才是江成宇的妻子。古冉冉笑得云淡风轻，随即想到早上魏爱华在餐厅上对她的羞辱，古冉冉便想讨回一口气，她笑得苹果肌凸起，对魏爱华道：谁还没个刻骨铭心的经历？这可惜啊，都是没缘分造成的。这一局古冉冉胜，魏爱华脸色不善地越过古冉冉身旁，到了楼下，魏爱华故意问高允儿：你是来找程宇的吗？他昨晚就没在家。魏爱华知道如此问，公爹的脸上一定不好看，但是求胜心切的他还是问了，就为了让古冉冉难堪。高允儿也明白魏爱华的意思，他起身道：我知道程宇不在家，我们昨晚在叶南别墅。此言一出，屋子里静得掉根针都能听到，他昨晚和新郎官在一起，而新娘子却独守空房，被人笑话。在场的人心知这是高允儿对古冉冉的挑衅，她嫁给江成宇又当如何？新婚夜陪她的人是自己。古冉冉无动于衷，只是江老的脸黑了。魏爱华却笑得得逞，你们昨晚在一起，今天怎么没一块回来？他坐在沙发上，亲切地握住高允儿的手询问。江老不知昨晚到底如何，从高允儿话语中的意思，毫无疑问让在场的人都知道他才是昨晚和新郎共度一夜的人。他沉着脸问管家：江成宇呢？老爷，二少爷电话没打通。逆子。这时前院停下一辆古斯特，程宇关上车门进入老宅客厅。江老望着回来的人，还不等他开口，大儿媳魏爱华起身笑问：你看你昨晚都和允儿在一起了，今天一早还不和允儿一块回来，一前一后的，避什么呢？担心允儿在这里，我们欺负她不成？江成宇扫了眼高允儿，他又看向客厅中淡然坐着的古冉冉，仿佛这一切都和他无关，他还有心思在内心吐槽。果然说一入豪门深似海，良知从此是路人，他这还没入呢，情敌就上门了。女孩新婚当晚老公就夜不归宿，次日一早情敌还直接上门挑衅，可他淡然坐在沙发上，仿佛这一切都和他无关，心里还在吐槽。果然说一入豪门深似海，良知从此是路人，这还没入呢，情敌就上门了。但老爷子的脸已经黑得堪比煤炭了。管家送客，二少新婚第一天，他和冉冉要给他们的母亲上香，家中不便留外人。魏爱华连忙上前：爸，允儿又不是外人，怎么你也想离开江家？江老瞪着魏爱华问：想走，没人拦你。管家送客，管家走到高允儿面前：高小姐请吧。公然挑衅江老的魏爱华也被他的话吓到了。江老的脾气阴晴不定，或许一个不月他真的会将自己赶走。他不敢再留高允儿，高允儿还想让江成宇出言留下他，但是江成宇一言不发。他失落的离开，因为要对未来婆婆上香，穿衣服要有讲究。冉冉和江成宇上楼换衣服了，再次单独相对时，冉冉告诫自己：他不犯我，我不犯他，他若惹我必定奉还。你的出现让这里的空气都是难闻的。冉冉也不示弱，我还活在地球上，要不江总去外星球居住吧，省得我的味道把你熏死。古冉冉，我真不想看到你，你可以选择捐了视网膜，我发誓你这辈子都看不到我。虽说牙尖嘴利的女孩子不讨喜，但既然江成宇不喜欢自己，他也不喜欢江成宇，那何必热脸贴冷屁股？现在都过不好，以后更卑微。江成宇冷笑：原来这才是你的真面目。不对，我这是假的，我的真面目你不配看。冉冉说罢，撅着小脸仰头和江成宇对视，他把江成宇气到，他脸上明明是笑，但是冉冉却感到了寒冷。很好，我不配。冉冉心里毛躁躁的，但是面子上强装着我不怕。然而江成宇最善捕捉别人心思，冉冉的强装他都看在眼中。江成宇好笑，演技一般。冉冉回怼：能表达主要思想就行，去给婆婆烧香结束。冉冉叫住江成宇：我们谈谈。怎么，你爸这么快就让你来找我了？我爸，我们家怎么了？江成宇疑惑，难道古董没有找过冉冉说材料的事情？江成宇换了主场，你要和我谈什么？只有2件事，第一，回门的时候我们尽量正常些，你别让我爸妈发现我们俩看香艳，让我爸妈担心我。如果我爸妈发现我在你家这2天的经历，我爸妈一定会让我们离婚，这就违背了你父亲的意思。虽然我不知道你父亲用什么威胁的你结婚，但是一旦我这边闹着要离婚，我看你的日子也不好过。第二，搬出去住，我和你大嫂不和，待在这里会加深你们家庭的内部矛盾，当然搬出去住。别说你夜不归宿，就是你去那啥被警察抓，作为老婆，我也会亲自去警局捞你。再者出去住，你不管我，我不管你。你想和高小姐双宿双飞，卿卿我我，没人管得着。如果有必要，我也会帮你们打掩护。这2件事对我们都好，你觉得如何？江成宇上下打量着眼前的妻子古冉冉，你凭什么会认为我会答应？因为我的要求对你而言没有一点坏处。他故意抢了主场反问，需要给你时间考虑考虑吗？你个子太矮，
不配我和谈条件，拒绝就拒绝，何必人身攻击？江成宇第一次在冉冉面前露出舒心的笑容，好似吵架吵赢了他让他开心。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后，江成宇迅速冷了脸，他咳嗽2声，拿着自己的西装外套出门。大夏天的穿外套，热死你！让你说我腿短。身后的小女孩不服气的叫嚣。正走着路的江成宇听到他的话，再次面露笑容。出门时见到堵门的管家，二少爷，老爷有话要对你说，让他憋着。好心情的男人说了一句让人扎心的话。猖狂的男人出了门，他上车时心情还甚是愉悦，看着手中的黑外套，本想穿的他直接丢在了一边。江老得知儿子的原话后，他气得直接后仰，逆子，管家也没辙。二少13岁时就自己出门生活，不在老宅中，父子俩因为某些事情的观点不同而渐行渐远。两人除了有血缘关系，实则是最陌生的父子俩。江老却还是生气，他的儿子怎么成如今这副样子？当年我就不该让他独自住在外边。老爷，当年的事情也不怪你。江成宇回到公司，立马问助理：“谷家有人联系你没？”“没有啊。”“难道总裁你真要收购了你岳丈家？”江成宇疑惑：“奇怪，怎么会没有人联系他呢？”这个时候，谷家不应该借着他的身份来向江家要材料吗？没有材料，那15项工程如何开工？谷家有没有打着我们公司的名号向其他公司进购原材料？助理摇头：“总裁，我知道你想知道的是什么了，这也就是我要对你说的。说来也奇怪，谷家昨天将新接触的15项单子全数退回了。谷家全部退单了。这件事倒是出乎了江成宇所料，打听清楚原因没？谷家没有对外解释原因，有人暗中去接触，也被古董给拒绝了。江成宇手抵在唇处，谷家到底在玩什么？谷家想做什么还未查探出来。谷家女就来电话了，起初他并不知道那个号码是谷冉冉的，直到听到那一声欢快的大叔，他太阳穴隐忍的跳动。谷冉冉，哎大叔，你爹叫你回家说有事要和你说呢。既然獠牙已露，再收回来就有些虚伪了。加上江成宇嘴欠，对付嘴欠就得嘴毒，于是他给江成宇起了个亲昵的称呼大叔。江成宇隐忍着怒火，谷冉冉，你再给我喊一句大叔大叔大叔，我喊了3句，你咋地？有本事你回来啊！江成宇的喉结滚动，很好，这个女人果然是工于心计，她想激怒自己，然后让自己回家，他偏不回。江成宇强装内心平静，他拿下手机，直接挂了电话。不一会儿，谷冉冉的电话又打来，大叔，生气了？你气什么？你说我腿短，我还没生气呢，我喊你大叔你就生气了，男人吗？小心眼，我叫你大叔你又没亏，毕竟你这年纪出门和我爸应该是称兄道弟的，难不成你要让我给你叫大侄子？那好吧，我勉为其难的给你叫大侄。喂，江成宇，喂，电话又被挂了。冉冉对着黑屏一边嫌弃一边自言自语，不会吧，这就是商界帝王，心眼小的针都插不进去，喊你大叔咋了？不知道自己年纪一大把了吗？我继续打，气死你！冉冉的夺命连环电话再次响起，江成宇直接挂，冉冉再打，这次直接无人接通了，靠，把我拉黑了。他回到江家老宅，拿起座机对着手机上江成宇的号码拨过去。这时江成宇刚到会议室，见到家中的电话，他接通贴在耳边，喂大侄子，你爸叫你回来谈话，嘟嘟嘟，一会儿又一个电话打回去。谷冉冉，你找死呢？江成宇，你怎么对你媳妇说话呢？江老怒声大吼，他刚下楼看到新进门的小儿媳妇一个人在客厅孤零零的坐着打电话，上前询问才知道在给江成宇打电话，原因竟然是为了自己。爸，我听到你有事要和成宇聊，但是他却走了，我就想让他回来听听，多乖的儿媳妇。江老触及到冉冉真挚的脸庞，还有他无辜的眼眸，江老看着他竟又多了几分的喜欢，而且这孩子这样做也是为了自己，他确实有话要对江成宇说。于是江老便主动给江成宇打电话，没想到刚接通就让他听到儿子暴怒的骂人，他火气蹭的一下上来，江成宇，你给我滚回来向冉冉道歉。冉冉被江老的大声吓得肩膀都缩了一下，他不由得好奇江成宇说的啥让江老怒火中烧，不知道那端地江成宇说的什么。江老沉脸言道，江成宇，姜还是老的辣，限你半个小时内出现在我面前。说罢江老气愤地挂了电话。冉冉，你等着，我这就让成宇回来给你道歉。冉冉摇头，不需要的爸，毕竟是他先欺负人在先的。不一会儿江成宇果然回来了，他一进屋就看到在江老身后躲着的他刚娶进门的小媳妇，在江成宇看来，这女人就是故意在父亲面前扮可怜的。冉冉见到他出现，再看他盯自己的眼神，心里突突的，万一他上前就解释自己给他叫大侄子的事情怎么办？冉冉灵机一动，立马笑脸迎上去，老公，你回来了。江成宇看着变脸比翻书还快的谷冉冉，刚才又是大叔又是大侄子的，这会儿他就变成老公了，滚，老公，我错了。冉冉认错，态度良好，他低声下气的态度在前，不管一会儿江成宇如何说，他就咬牙死不承认就行了。江老却发飙，江成宇，你老子就教你这样欺负老婆的。江成宇一言没发，刚进屋就被老爷子吼了一句，他是个男人，不屑多嘴去告状，只是厌恶的甩开冉冉，有事说事，给冉冉道歉。江成宇眸子深沉的盯着冉冉，冉冉内心狐疑，我咋了？为啥要对我道歉？毕竟是自己先嘴毒惹的江成宇，冉冉不敢再待下去，于是他给这个话题快速结尾，夫妻是一体的，我老公不用对我道歉，爸你也别生气了，刚好他回来了，你们聊，我先回卧室。不等别人说话，他兔子属性的跑跳回了卧室。冉冉用了半个小时想明白了，在这个家不能得罪江老，严格意义上来说，江老是他的靠山，昨晚他的冲动幼稚已经惹了江老反感，如果今天让江老知道他给人家儿子叫大侄子，那完蛋了，他彻底将江老惹怒了。除了不能惹江老，江成宇这个人也不敢真惹怒了他，气气他就行了，如果将他惹火了，以后他的日子就是水深火热了。忽然江成宇推门而入，嗨，他笑脸相对，大叔。江成宇还从未遇到过如此之人，变脸如此之迅速，说谎不打草稿。江成宇抬手捏着冉冉的后脖子，啊，你搞偷袭。冉冉的后脖子被摁着，他的头也被迫摁着抬不起。江成宇，你松开。冉冉也不示弱，抬起便掐着他的手腕，你松
封手。你到底给老爷子挑拨的什么？我还没问你呢，你到底给你爹说我的啥？你爹让你向我道歉。冉冉头抵着抬不起来，他的手劲儿可不小，紧紧地掐着江成宇手腕上的一点肉，两人谁都不好受。在两人无法对证时，冉冉率先开口：这样你答应我上午的2个要求，我以后不叫你大叔或者大侄子，咱俩井水不犯河水，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过我的阳关道，行不行？江成宇不语，为表自己的真心，他最先松开了手。我不掐你了，你松开我时就当你同意了。江成宇冷笑，你的脑子倒是聪明。他在拐着弯的让自己同意，他知道今日自己不可能一直这样摁着他，一旦他松手，那么就表明他同意和他达成协议。江成宇没想到被一个20岁的小姑娘给套路，他甩了一下手，松开了冉冉，这也表明了他答应了冉冉的话。冉冉的目的终于达到，他直起了身板，活动了一下脖子，瞥了眼他的手腕，上边的指甲印挺惨的，心里顿时窃喜。回门的日子悄然而至，一大早冉冉就早早的收拾妥当，等着江成宇出现。一见到面，冉冉就忍不住的提醒，记得你答应过我的吼。江成宇没理他，只是将家中准备的礼品全部放在后备箱中，很快便到了古家。冉冉一眼就看到门口处在等着迎接他2人的父母，冉冉忽然紧张起来，他看着身旁的男人，他会不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待车子停稳后，冉冉本是去抓江成宇衣服的，却误打误撞的抓到了他的手。江成宇，你可一定要记得我们的约法3章啊！江成宇眯眼反问道，我就这么不可信？想他快奔3的人，生平第一次被人怀疑。冉冉咬着下唇，我就是怕你忘了。冉冉清清嗓子，他嘴角扬起甜美的笑容，爸爸妈妈，我和成宇回来了。江成宇去后备箱提礼物了，走过来时看到他脸上的笑容，他短暂的愣了一下，他的笑容很甜美很冷，娇气又有些俏皮。江成宇内心被触动，不掺杂尘世的客套和虚假，真诚的对家人展露笑颜，对他而言已是奢望，与他而言轻而易举。客厅里冉冉都在分享在江家生活的好，爸妈，我可算发现了，嫁了人这么自由，我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成宇都不管我的。江成宇在身边无话接，他只是勾起唇角，用笑容来作证冉冉话的真实性。实际上他从未回过婚房留宿，他装得很像，也重回了叽叽喳喳的时候。江成宇作为女婿不能一句话也不说。爸妈，小韩呢？古夫人回答道，他学校还没放假。古小韩是冉冉的弟弟，17岁，在外留学，姐姐结婚的事情家人都瞒着他，我听小冉说小韩一直想回国读大学。冉冉扭头疑惑，他说了。古夫人却道，是如此，但国内高考压力太大，不如国外轻松，我们不想让他回，弟弟想回国考大学，这事儿他怎么不知道？冉冉别看成宇了，在家看在娘家还看，走，跟妈去厨房。古夫人笑着牵女儿，冉冉脸红。客厅剩下翁婿2人，私事无话可说，江成宇便主动问起公事。爸，我听说你连着拒绝了15家公司递上来的项目，是缺资金和材料吗？如果是的话，可以告诉我。古府摆手，并非如此。成宇，你我心知肚明，那15项合同怎么来的？无非是看着江家面子想攀附江家而把我当成媒介，若是我接了，那我就是卖女求荣，费尽心机的将女儿送到江家，就为了我古家的荣华富贵，所以我没接。一则告诉所有人，古家不依靠江氏集团，我们有多大能力就办多大事，从不肖想不属于我们的。2则也是想告诉你们，我们不收江家的好，也请你们不要想歪冉冉，尊重他，平等对待他。江成宇没想到事情竟是如此，古府的这些话让他脸红。原来古家费劲将女儿嫁给他，不是为了荣华富贵，甚至因为把女儿嫁给他，为了女儿在江家的清白，故意要避嫌一些项目。爸，你这么疼爱小冉，你又为什么要答应让冉冉嫁给我？古父好奇，冉冉没有告诉你吗？江成宇摇头。正等古府准备开口时，冉冉就喊他们吃饭了。晚上回到江家老宅，夫妻俩相处的还算客气，可刚进屋就看到了一个本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人，高雨儿又来了。他难道没看到江老的脸都黑了吗？冉冉和江成宇站并排，他头稍微朝江成宇靠了靠，我很仗义的，你今天帮了我那么大的一个忙，你放心，我也会帮你的。他笑盈盈的去了客厅沙发上。爸，我们回来了。江老佯装打了个哈欠，爸也乏了。冉冉，你是家里的女主人，你待客吧。说到女主人时，高雨儿的脸色变了。江老这是又敲打自己，别妄想和成宇有未来了。冉冉看了眼高雨儿，点头，好的爸，我先送您去休息，不需要，爸自己能走。冉冉在确定江老走后，他转身目光大方的打量高雨儿，长得还行吗？就是脸上的妆容有些浓艳，香水味也浓了些。原来江成宇喜欢这种型号的。他打量的目光于高雨儿而言就是刺芒的针，带着羞辱的扎在他身上。冉冉，成宇不爱你，我知道啊。他指着高雨儿对江成宇说，爸不在了，你领走吧。说完，他大手一挥，开心的转身上台阶。等等，他忽然转身，目光一下子就对上江成宇黝黑的眼眸。江成宇，今天的事儿，你帮了我，我帮了你，就算咱俩扯平了啊。说完，他又开心的1步2个台阶的上楼。江成宇一直望着他的背影，高雨儿的视线则一直停留在江成宇的身上。他亲眼目睹那个男人的眼中都是其他女人的影子。高雨儿极度的咬牙，他可怜兮兮的说，成宇，你终于回来了。今日饮酒没？高雨儿见他对自己神情冷淡，误以为他不喜自己为他买醉。没有，如果你不喜欢我喝酒，我发誓以后滴酒不沾。江成宇又看了眼空空的台阶，他转身道，出来聊聊。高雨儿开心的跟上。女孩被迫嫁入豪门，家里不仅有强势的老爷子，处处刁难的大嫂，捉摸不透的市长，还有误会重重的老公，家外情敌更是隔3差5上门挑衅。可女孩丝毫不在意这些，只要她家人能够平安无事，就连老公与情敌约会，她也心甘情愿帮忙打掩护。丁，绵绵冤家第3集来了。本集借原文18章。江成宇为高雨儿沏了一壶茶，冷情开口，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我对你只有恩情，如果我们能在一起的话，早就在一起了。他说的话够清楚直白，相信高雨儿一定能听得懂。我的情况你都了解，我现在是个已婚男人，你以后再往我家跑着找我，对你对我对他都不好。倘若以
以后有要紧事，就给家中的座机打个电话。听到那个他，高雨儿攥紧双手，脸色发白。是古冉冉吗？江成宇只是看了他一眼，没有回话。他哭着摇头，不，成宇，不是这样子的。你说你喜欢的是我，你怎么会对我只有恩情呢？你为了我救助我爸爸公司，为了我收购色奈集团，为了我新婚夜逃离去叶南别墅见我，我从未对你说过喜欢你这种话。这一切都是你的自欺欺人。救助你爸公司是为了感谢他当年对我的恩情，收购色纳是1年前就做的计划。新婚夜离开并不是因为你，不是的。成宇，那晚你明明承认你喜欢我了的，你爱的是我。高雨儿在江家大声的哭了起来。江成宇道，我从不和烂醉的人多说话。那天他喝醉了，他对他根本就不是纵容，也不是无声的承认他喜欢他，而是他厌烦和喝醉的人交谈。高雨儿的眼影哭花了。江成宇起身，屋外炎热，早些回去吧。江成宇上楼时透过窗户看了眼阳台处还在哭泣的女人，轻轻的叹了声气，接着面无表情的上楼。冉冉瞧见他回来很是意外，你不是谈恋爱去了，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江成宇眼神不善的瞥了他一眼，岂有白眼瞅我，就你长了双大眼珠子会白人。冉冉在他身后吐槽。院子里魏爱华外出归家，刚下车就看到在阳台处流泪的好友，他连忙上前，雨儿你怎么了？高雨儿见到魏爱华，他忙擦干眼泪喊道，大嫂你回来了。雨儿你怎么哭了？谁欺负你了？高雨儿捂脸告诉魏爱华江成宇刚才对他说的话，于是摇头道，大嫂别说了，是不是古冉冉？等着，我不会让你受欺负的。魏爱华迅速起身准备去找冉冉，高雨儿急忙拦住他，大嫂别去。对，我忽然忘了，今天是他和成宇回门的日子，应该不在家。魏爱华觉得自己冲动了，什么不好的都往古冉冉身上推。当他的自省还未结束时，高雨儿却故意让魏爱华误会，他已经回来了，刚才我见到他了。什么？真的是他？这个小丫头片子竟然欺负你，真是头顶江少夫人头衔就猖狂的不行了。大嫂你别去为我算账了，他不是个好惹的，他还打算……高雨儿说话吞吞吐吐的，他看着魏爱华的眼睛躲闪，他打算什么？魏爱华怒气问。高雨儿吞咽口水，刚才他讨好江伯伯，江伯伯甚至说他才是江家的女主人，还说大嫂你心胸太狭隘，不适合接管江家。魏爱华拳头握紧，当真如此？大嫂你千万别告诉他是我说的，我怕他对江伯伯煽风点火，以后我就无法来找你了。高雨儿看魏爱华的火气还没有将其烧到最旺，他故意又说，大嫂说句贴己话，她这样的女人真的不能留在成宇身边，她现在要把你的掌家之权夺走，可见她的秉性。由此可见，她日后是一定不会让你江苏木拥有江氏集团的股份了。高雨儿知道魏爱华的软肋，和魏爱华交友多年，知道魏爱华心中的梦魇便是江氏集团在江成宇的带领下日益壮大，公司的员工最老的一批尽数被换，都换成江成宇的人，有朝一日江氏集团被江成宇独吞，公司将没有江苏木的一席之地。高雨儿故意对魏爱华说出此话，以此来挑拨他和古冉冉的关系。大嫂，江氏集团是江家的，虽然我爱成宇，但是我不是个没良知的人。江氏集团成宇有份，大哥有份，江苏木是你江家长孙，他更应该有份，可是现在有了个他。大嫂，我已经被警告了，以后不受邀请不得入江家，你在家一定要万事小心。高雨儿挑拨完一番，他抹了泪痕，看似委屈的离开，转过身他瞬间变脸，刚才啼哭的眼睛此刻充满了阴狠。他要利用魏爱华缴获的江家永无宁静之日，他要赶走古冉冉，让他在江家受人唾弃，让江老后悔当初选择古冉冉，从而赶走他。晚上用餐时，魏爱华阴阳怪气的开口，和你们说个趣事儿，今日我和陈太出门啊，见到了2个身份天差万别的狗，一条价值100万的贵族犬，还有一只土狗，身上一身跳蚤，浑身骚味。冉冉洗过手后静坐在江成宇身旁，等着魏爱华后续的话。陈太的那只贵族犬啊，出门饿了，那佣人都随身带着上好的狗粮让他吃呢，他吃的可优雅了，这让路边的土狗瞧到了，他也去模仿陈太家的狗吃狗粮，但是他没吃过狗粮，那怎么办？刚好路边有一坨屎，就去仿着陈太的贵宾犬去吃屎了。本来没觉得有什么，可是我看到那条狗的模仿，忽然觉得一阵熟悉，哈哈，乐死我了。魏爱华的怪声怪气在餐厅的人都能感受到，他针对的人是谁？说来也巧，后来啊见到了那条土狗的主人，看起来也是一身寒酸，和那条狗一样让人嫌弃。我听那条狗的主人称呼那条狗骨什么，我当时差点听成骨了，毕竟这骨和蛊毒鹰一样。我就寻思这条土狗和冉冉有缘分呢，还想买回来送给冉冉呢。冉冉不是听不出魏爱华对他的讽刺，讽刺他土气就算了，竟然用姓氏来羞辱他。冉冉可不是忍者神龟，他深呼吸道，大嫂说话可真难听，你明明是个人，为何要当陈太家高贵的走狗呢？要当您当您光荣，我们全家都为出了一条畜生而感到高兴呢。魏爱华猛拍桌子，他指着冉冉恶狠狠地吼，古冉冉你想死。如果说魏爱华的话是让人肚子里憋火，那冉冉的话就是让这火都喷发出来，憋都憋不住。江成宇都被自己娶的小丫头给惊到了，知道这女孩口无遮拦，什么都不怕，但是没想到这女孩真是什么话都敢说，敢当着他们的面辱骂魏爱华为畜生。魏爱华的身边还坐着江市长，他面如灰色。冉冉羞辱他妻子话语确实不好听，但是他也不是聋子，刚才的事情都是他妻子挑拨的。坐下，一家人吵吵闹闹像什么样子？你当大嫂的不会说话就闭嘴。江市长聪明的训斥了自己的妻子。江成宇如果是聪明人的话，他也会为了家庭的和平出言教训2句冉冉，此事就此作罢。可江成宇貌似不想当聪明人，他故意不吭声，他想看看这个敢给他起外号，敢深夜打扰父亲，还敢公然辱骂魏爱华的女孩，还有什么是他能做而没做的？魏爱华落了下风，他恼羞成怒，端着一旁的净手盆打算用里边的水泼向冉冉。然而冉冉已经料到他后边的动作，于是他快人一步，他起身端着自己的净手盆，将里边的水准确无误的泼了魏爱华一脸，水洒还误伤了一边坐着的江市长。冉冉一脸礼貌的对江市长弯腰，对不起江市长，误伤你了。兄弟俩同款震惊和无语。餐厅中魏爱华发出刺耳的一声尖叫，冉冉拍拍手重新坐回位置上，都是江家的少夫人，除了你老我幼，我地位不比你的低。江老缓缓步入餐厅，一进餐厅就感受到不同寻常的气氛，他在看大儿媳竟然洗过脸没有擦就来用餐，他沉着脸坐在主位上问怎么回事。冉冉看着魏爱华等他告状，反正理亏的不是他，是魏爱华先挑衅他的。魏爱华气得跺脚大叫一声离开了餐厅。江老见事情严重了，他看着冉冉问到底发生了什么。大嫂把自己比喻成陈太家的畜生，我看他有点不清醒，就给他泼了盆水帮助他清醒
清醒，刚才的尖叫可能是他在后悔自己把自己当成陈太家的狗了吧。江市长看着冉冉心想，我有苦说不出。江成宇看着新婚小妻子，看来你还有说谎的本事，我就静静的看着你胡诌。就是这样。冉冉对江老说，江老又看着两个儿子问，冉冉说的可是真的？兄弟俩对视，爸，我回去看看爱华。江市长起身没有回答，离开了餐厅。江成宇随后一言不发的也起身离开。冉冉一瞅，餐桌上就剩下他和江老了，于是他也起身，爸，我去追我老公了。江成宇转身，跟着我做什么？江成宇，我们出去住吧，我在你家再住下去，会把你大嫂、你哥，可能还有你爸都气住院的。江成宇瞧到女孩眼中的想逃离，他喉结滚动，只要你不把我气住院，其他人你随意气。说完，他起身离开。既然你好不容易才嫁入江家，又怎么不好好享受一下江家的生活呢？江成宇嘴角勾起一抹冷笑。餐厅江老沉着脸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他当真如此说。佣人点头，这是大少夫人和二少夫人的原话。你们都下去，将餐具撤了。众人散去，只留下管家在身旁。江老道，我刚觉得他招人喜欢，下一秒他就会办些令我厌恶的事。这个他，除了刚进门的冉冉没有旁人。管家道，老爷，我觉得此事有蹊跷。大少夫人虽然对二少夫人有成见，但是还不至于来羞辱二少夫人，她不会轻易说出这种降低身份的话。今日说了，想必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亦或者什么事情刺激到了她。而二少夫人的错在直接辱骂了大少夫人，确实不该如此。但换位思考，二少夫人是个孝顺的孩子，若非不孝顺，也不会被您威胁嫁入江家。但是大少夫人的话辱骂了她的家人，她生气也是人之常情，都有错，都需要深究。江老和魏爱华是20多年的公系关系，这20多年，他也早已将魏爱华当成女儿看待。当一件不好事情的发生，江老率先将错误都归咎于外来人口冉冉身上。毕竟当爹妈的谁会觉得自己的儿女有错？幸好管家在一旁一直提醒，才让江老保持清醒。江老吩咐，你说爱华受到了什么事情或者刺激，去查爱华今日都做了什么，见了什么人，说了什么话，胆敢让我发现有人蓄意挑拨，我一定不会轻易饶过他。夜深了，江家这一晚无一人用餐，冉冉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在叫，他心知现在下去找吃的肯定会被怼，干脆饿过去等明天再说吧。他铺好沙发，拿着一个毛毯当被子，一个靠背当枕头，准备躺下入睡。忽然门开了，他瞬间从沙发上坐起来。江成宇，你今晚怎么回来了？毕竟结婚至今，他可从未在新房留宿过。江成宇意外地看了他一眼，又看着平展柔软的大床，他十分诧异。他放着大床不睡，睡沙发是欠虐吗？你为什么不睡床？新婚夜咱俩就闹了个不愉快，我若是在睡床，把你挤到沙发上，你不得恨地把我从3楼扔出去？我并未察觉出你怕我，我不怕你啊，那你为何怕我从3楼把你扔下去？高傲商界帝王竟然也有不解的时候。废话，我不怕，但是我怕缺胳膊少腿的啊，从3楼扔下去，不死也残，就算落个骨折也折磨人。忽然冉冉笑着从沙发上爬起来。江成宇，你这话的意思和语气，是不是说你以后晚上都不在这儿住？想得美。冉冉撅嘴，我就不信你会回来和我共处一室，你和我共处一室了，看你怎么和你的允儿解释。江成宇本想告诉冉冉他和高允儿之间无事，忽然他一想，为何要告诉他？你不会真就睡在这儿吧？江成宇眼眸朝他送了一眼，不回答他的话，径直去了浴室。冉冉看着他走，他气得打自己的嘴巴，你个臭嘴，激他干啥？他今晚不走了吧？呸呸呸！江成宇坐在床上认真的看着书，冉冉就一直躺在沙发上看着他。我好看吗？冉冉摇头，不好看，就是偏帅而已。那你看我作何？冉冉好奇问，你为啥不去书房睡啊？我有卧室，为什么要去书房睡？可你卧室里有我啊，你和我共处一室，咱俩都不清白了，咱俩都在一张证上了，你还想要什么清白？这话说的。冉冉咬唇，可是咱俩是有约法3章的，约法3章里有我不能睡我屋子吗？好像也没有。冉冉直起身板，江成宇，你不会对我图谋不轨，故意和我一个屋子睡的吧？收起你的少女心思，我对一个小屁孩没兴趣。冉冉咬牙，他能有什么少女心思？他就是想用这种办法故意激走江成宇，让他离开这个卧室。冉冉眼看是赶不走他了，他泄气的重新躺在沙发上，叹气，哎，以后少说话，一定的。一句戏谑话把江成宇招回来了。失策，他闭眼假寐，江成宇也不再和他进行幼稚的对话，他恢复自己的冷傲，看着手里的书。没过几分钟便会听到书籍翻页的声音，仿佛是个催眠曲。冉冉听得都快睡着了。第一次他感觉闭眼听书翻页是多么的惬意。翌日清早，两人一起下楼时，冉冉再次对成宇说，咱俩搬出去住吧，在江家每一次吃饭都像是上刑一样的难受，我考虑考虑。他两只手又不安分地拉着江成宇的袖口，一副讨好的语气说，别考虑了，出去住对我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你也不想一直在家看其他人的脸色是不是？你也不想被规矩束缚对不对？我在家没人敢给我脸色，而且在这里规矩也束缚不了我。说白了，他就是不搬出去住，故意让冉冉在这里住着，让他被魏爱华欺负。冉冉是个聪明人，一瞬间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江成宇，你是不是男人？我被人欺负，丢的可是你的脸，我不介意丢脸。江老昨晚晚到餐厅，大儿媳和二儿媳就开起火来，今早他可不敢再迟到，今早再站起来，家里都别想安宁了。于是江老今日也赶点出门，结果好巧不巧的遇到了在说话的新婚夫妻。他走近，你们在说什么呢？冉冉和江成宇同动作的侧脸看姗姗过来的江老，江老的眼珠子落在了冉冉抓江成宇的手腕处，江成宇也低头望着那个又攀附到他手腕处的两只小爪子，接着顺着那双手缓缓上看，和冉冉的眼神对视，他惊觉。冉冉迅速收回自己的双手，他双手背后乖乖巧巧地说，我不是故意的。江成宇冷淡瞥了他一眼，转身离开。冉冉和江老对视，他指着江成宇的背影，爸，我又去追我老公了哈。说完他快跑，再次跟上江成宇。江老看着二人离去的身影，他问管家，我刚才是不是又被忽视了？管家没有回答这个送命题，他聪明的换了个江老更感兴趣的话题，二少爷昨晚留宿在婚房，你说什么？江老惊讶，成宇昨晚和冉冉共处一室。管家点头，那我就明白了。江老看着两人已经消失不见的位置，怪不得刚才冉冉抓着成宇的手腕呢，原来如此。到了餐厅，江老坐在首位，他眼光好几次都看向了冉冉和江成宇方向，只见冉冉还在和江成宇叉叉叉的说个不停。冉冉从人性的道德层面给江成宇深度剖析了违背约法3章的人将会受到多么严厉的谴责。一番胡编乱造后，江成宇，你听我说了没？没有。冉冉小声道，当时我们约法3章了，其中有一条就是出去住，你不能仗着他是口头协议你就不遵守。
江成宇说：“我答应你出去住了，可我又没答应你什么时候出去住。”冉冉被他气得没话说，气鼓鼓的，像个小河豚。江成宇看他被自己气到，他望着女孩，顺其自然的笑了。江老的眼睛瞪大，他来回看着冉冉和江成宇，这两人进度这么快，就睡了一晚觉。接着魏爱华和丈夫也来到了餐厅，刚才和谐的气氛瞬间消失，和谐被压抑取代。魏爱华昨日受了屈辱，加上丈夫晚上对自己的苛责，她对冉冉的意见更深了。冉冉见到他来，她立刻谨慎起来，因为她知道魏爱华不会放弃羞辱自己的机会。江成宇眼眸含笑，他饶有趣味地看着身边进入备战状态的女孩，他的目光倒是不隐瞒，竟然直接和魏爱华对视。江市长本着以和为贵的原则，他手在餐桌下摁着妻子的手，示意他别找事，越是让他隐忍，魏爱华便越气。古冉冉，成宇根本就不爱你，他爱的是允儿。江成宇正在看戏，没想到竟然牵扯到了自己，他眼神瞬间凌厉望着斜对面的魏爱华，冲动的魏爱华忽视了顿时黑脸的江老，只听冉冉淡然道：“既然爱的是他，那我老公为什么不娶她？说白了还是不爱她。”哼，古冉冉，你看看你从头到脚，到处都充斥着廉价二字，你怎么嫁进来的？你心里清楚，你和允儿你们就是一个丑小鸭和白天鹅的对比。冉冉扫了一眼魏爱华，最后眼睛落在魏爱华的手腕上，他看着那条熟悉的手链，我廉价您高贵，哪像您啊，一条手链价值100万。知情的人知道买手链的钱是我老公挣的，可那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大哥贪污受贿呢。放肆！江老厉声一喝，他被二人气的眼睛都是红血丝。大儿媳已至中年却愚蠢至极，二儿媳年纪轻轻却口无遮拦，一个提了他最厌烦的高允儿，另一个却说出大逆之话。江市长的表情也阴沉着。古冉冉，念你年纪尚幼，这次的事情我不追究。他又看着二弟，看好你的女人。江成宇心有震惊，却面上依旧云淡风轻，他轻假笑道：“大哥也一样。”江老咬牙命令道：“以后餐厅禁止任何人说话，谁说话就给我滚出去。”他话音落下，刚才都说话的4个人同时起身，少有的默契，4人一同离开餐厅。江老气得用拐杖将餐桌上的盘子全部挥到地上，他竟然被气得手都抖了。冉冉自然是跟着江成宇的，今早你也看到了，有我在，你家不会和平的。江成宇舌头舔着后槽牙，真没想到你什么都敢说，所以你还不搬出去住吗？江成宇邪笑，对，反正你气的是他们，不是我。说完，他转身上班去了。冉冉还处在假期中，他目视江成宇从他眼前离开，自己肚子又咕噜噜的叫了。他回到卧室，紧锁屋门，情绪低落的坐在沙发上。冉冉委屈的撅嘴，眼眶泛红。如果自己的爸妈知道自己在江家的经历，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就把自己带走的。他的泪珠子从眼眶落下，肚子越饿，他就越委屈。妈妈，我想念你做的红烧狮子头了。江成宇的意思已经够直白了，他是不会离开这里的。冉冉哭了一场，自己脑袋也清醒了。今日8月19号了，距离他开学还有12天，只要开学了他就自由了。这12天就图个安静。于是他在江家几乎不出卧室门，尽量的躲着江老和魏爱华。本以为他会一直这样躲着这二人，可没想到魏爱华竟然羞辱了他的父母。那天古父和古母担心女儿在江家受委屈，平时他和父母是每天都通话的，但是最近冉冉经常听不得他二人的声音，一听声音他就哽咽的说不出话。于是夫妻俩想着来看看女儿。来之前两人买了贵重的礼品上门，初次登门，古母有些局促，她担心自己的言行不当会影响女儿在江家的处境，这被魏爱华看到，他嗤之以鼻。魏爱华以江家女主人的身份接待的二人，他高高在上的姿态斜睨上门的古父和古母，看到他们带来的礼品，他也只是斜眼瞟了下，就让佣人放在一边不管了。古父古母想来看望女儿，魏爱华命佣人上楼去叫他，但冉冉在屋一天都没听到叫声。后来他知道那是魏爱华授意佣人去做表面工作的。古父古母也是几十岁的人了，接触的人纷杂，看到魏爱华的表情，心里就知道了一切。加上佣人口说的女儿不在家，于是两人一口茶没喝就起身告辞。冉冉对这一切都毫不知情。后来看到魏爱华穿着高跟鞋一脚将父母送来的礼品踢倒在地，口中还辱骂礼品时，冉冉站在他身后问：“你说这是谁送的？”魏爱华转身看着手握拳的女孩，他毫不隐瞒：“和你一样廉价的东西，连我家的佣人都看不上的礼品，除了你爸妈，还有谁来送？他们想你了，可惜被我赶走了。”冉冉眼眸猩红，咬牙切齿问：“你说什么？我说你爸妈想你了，来了被我骂了一顿，灰溜溜的滚走。”冉冉一拳抡到了魏爱华脸上，接着以一拳将魏爱华捶倒在地。女孩刚嫁入豪门3天，就和大嫂大吵5次，这次更是直接将她捶倒在地。所有人都惊呆了，魏爱华不会打架，她活了半辈子也从未经历过打架，现在自己被打了，面子丢尽了，她发疯了似的，又是咬又是抓闹的去伤害冉冉，不顾任何形象的大喊大叫。冉冉脑海中只有刚才魏爱华对她说的话，她受憋屈就算了，为了家人，她都违背自己的心嫁给不认识的男人，整日过得憋屈，可她保护的父母竟然也受了委屈。冉冉气得再一次将魏爱华放倒在地，她眼眶红着，泪水将眼前的视线浸染的模糊。江老慌忙的赶来，他指着厮打在一起的两人，快将两人分开。女佣人不敢去，正巧这时闻声赶回来的2个男人同时进屋，江成宇跑过去，上手直接抱着那个发狂打人的妻子。江市长也急忙牵起地上躺着的妻子，一脸担心询问：“爱华你怎么样？”江成宇低头看着怀中伤心落泪的女孩，她竟然哭了。江老用拐杖戳地板，他大吼：“疯了疯了，都疯了！”江老动怒，众人都知道要有人遭殃了。魏爱华的心腹立马对江老道：“老爷，是2少夫人先打大少夫人的，我们都在一边看着，我们都作证。”冉冉咬着下唇，她挣开江成宇的怀抱，双眸通红的望着他：“这就是你想看到的对吗？”他又对江老颤抖着声音说：“江老，我爸妈今日受委屈的事儿咱没完。”说完他看着地上被踢得倒地的礼盒，含泪提着几个箱子上楼回了卧室。江成宇见情况不对也跟着上楼。江老虽愤怒，但也听出了异常，亲家怎么回事？管家看着魏爱华道：“今日古先生和古夫人想念2少夫人上门来看望，是大少夫人接待的。”江老看着
着脸颊肿胀、胳膊被古冉冉打出青痕的大儿媳，你今日又做了什么？魏爱华看着公公眼中的怒色，他心颤了颤，没有说话。冉冉回到卧室，他将父母带来的礼品一件件擦干净，和自己的拉杆箱放在一个角落。江成宇随后进屋，他喉结滚动问道：“我就一天没在家，你和大嫂之间发生了什么？”冉冉抹去眼泪，直接无视江成宇去了浴室。而江成宇虽未做什么，却没来由的心虚。冉冉去浴室待了半个小时，最后出来时眼睛都肿了。期间江成宇一直在沙发上等着他出现。江成宇见他不想理会自己，他起身离开。江成宇到了楼下，叫住刚才率先发言的一名女佣，他居高临下的看着唯唯诺诺的女佣，他声音冷了几度问：“到底谁先动的手？”女佣紧张的结巴：“二少爷，真的是二少夫人先打的大少夫人。”江成宇警告：“别让我发现你往我的人身上泼脏水，代价没人能受得了。”女佣提心吊胆的，她被江成宇气势强压，差点给他跪下。江成宇直接去了监控室，将白天客厅里发生的视频全部调出来，从头看到尾。客厅中，江老也知道了事情的始末，他拿起茶几上的烟灰缸重力甩在地上，烟灰缸瞬间支离破碎，玻璃碴子弹到了魏爱华的脚边，他被江老吓到了。江老满腔的怒火却发不出一句话，他被大儿媳气得眼眸通红，呼吸也不规律。江市长见状，起身忙去安慰江老：“爸，爱华我来教育你，千万别气坏了身子。”爱华知道错了。江老失职指着魏爱华的鼻尖：“你明天跟我去谷家赔礼道歉。”“爸，我不去，要么去道歉，要么滚出江家。”江老此话一出，客厅的人为之一怔，魏爱华更是泪水流淌，气不能言。想到他将江家当为自己的家，没想到就因为一个嫁进门几天的新人父母就要将他赶出去，走就走。魏爱华也是气恼了，他转身跑了出去。江老气得后倒，直接坐在沙发上，他面容严肃，沉着一副面孔对大儿子说：“明日你随我去谷家道歉，是父亲。”江成宇看视频结束，一推开卧室门，就看到窗帘后鼓起的一个大包，不用想，只听声音也知道帘子后躲着一个人。冉冉在屋子让自己冷静了一会儿，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些，才给家中父母打电话：“喂，爸爸，我刚才回家听到有人说你和我妈今天来了，你们怎么走得这么早啊？都没等到我回来。”不知那边说的什么，古冉冉轻笑地说：“你说我老公啊，他对我极好的，今日还是他对我说的，如果在家无聊可以出门逛街。他本来说晚上下班接我一块回家的，但是我等不及就直接走了。我公公对我也很好，大嫂嘴巴虽然毒，但是对我也极好。江家的规矩繁多，多亏了大嫂一直在叫我，但是我又是个不爱学规矩的，经常把大嫂气得够呛。我大哥话少，看起来严肃，其实心底也极好。爸爸妈妈你们放心吧，我在这儿过得挺好的，你们不要平添担心，过几天我就回家看你们。”江成宇听古冉冉将他家中人说了一个遍，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羞耻，一个快30的人去欺负一个刚满20的小姑娘，他感到了自己卑鄙，也替自己家人脸红。古冉冉和父母又聊了2句，他挂了电话，他掀开帘子出来，就看到沙发上坐着的男人。“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刚才成宇对着冉冉的小脸，他说不出狠话，他起身拿着手机上的视频走到冉冉面前：“看看吧，事情并不像他说的那样，虽然他对你父母有不尊敬的地方，但不至于像他口中那般辱骂你父母，命人驱赶他们。”冉冉没看视频，他扬起小脸怒目对着成宇：“你在为他开脱护着他，我犯不着，论关系你才是我娶的妻子，要护也是护着你。”江成宇拿起冉冉的手，将他手机放在他的手心，但是事情的原本你得知道。魏爱华哭着离开了江家，他出了江家大门，转身看着没有追出来的丈夫，更加咬牙切齿，都是古冉冉，要不是他怎么会被江老斥责，怎么会被赶出家门？冉冉在卧室看完全程视频，他将手机递给成宇，他虽然没有骂我父母，但是他的冷眼和嫌弃我忘不掉，我不后悔和他打架，我认为我做的没错，我没说你做错，维护父母天经地义，但是没有但是。成宇话没说完就被冉冉给打断了，他怒视成宇：“你惹我家人，我连你一块打，不吃！”哈哈，江成宇笑出声，他伸出食指点着冉冉的眉心：“就你，口气不小。”冉冉眼眸认真：“我说真的，我是得有多闲才去惹你娘家？”他的话令江成宇心情愉悦，他一个大男人被他的小妻子警告，或许以后还有可能被小妻子殴打，想想便觉得搞笑。江成宇看冉冉现在没有多大的火气了，想必知道父母并未受什么委屈才火气消了些。他问冉冉：“你为什么有2副面孔？一副牙尖嘴利的面孔，丝毫不受一点委屈，和他和魏爱华和江老直言吵架，甚至和魏爱华打架，但他也会说话轻柔，笑容温暖。”江成宇对他新娶的小妻子抱有极大的好奇心，甚至他更想知道这个女孩是如何嫁给自己的。他这样的性子，如果他不答应，谁也奈何不了他。冉冉回答他：“一幅是留给家人的，另一幅是给陌生人的，你不也是吗？”对他从未有过耐心，看他笑话，故意让他受人欺负，但是对高允儿他倒是痴情和温柔。江成宇误以为冉冉的反问是拿他对合作商和家人的对比，他笑着点头：“没错。”冉冉翻了个白眼，心中吐槽：“爱别人还娶自己，渣男本渣。”江成宇莫名其妙受了个白眼，他一头雾水。魏爱华无处可去，他直接去了高允儿家。高允儿又是一番添油加醋，直到晚上才被江市长强硬接走。但江市长心知妻子生气不愿回家，便陪着他住在酒店中。魏爱华和江市长夫妻恩爱多年，她对丈夫从未有过隐瞒。她将高允儿对她说的话大意告诉了江市长。江市长看着妻子还受伤的脸，他想责备妻子，但更多的却是心疼。他告诉妻子他被高家利用了，警告以后不许和高家有来往。翌日一早，江成宇开口道：“你若是想回娘家的话，我送你过去，不去，去得太早是会被我爸妈怀疑的。”下午时，魏爱华回来了，他这次回来眼神锋锐地盯着冉冉看，冉冉视线正面迎上。江老看到大儿媳回家，他的态度也回暖了，并未提及让大儿媳去谷家道歉的事情。江老私心想到，长子是市长，大儿媳是市长夫人，他去对一家平民还带着半点亲戚的人弯腰道歉，有伤颜面。昨日的话是他那一会儿太冲动了，晚上想了想，他便想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于是江家的人默许了这件事。冉冉性子倔强，他一直记得这件事。江家又过了2天的平稳日子，魏爱华脸上的伤轻了些。在去用晚餐的路上，他和冉冉再次狭路相逢。古冉冉，我脸上的伤有一日一定会向你讨回来。冉冉语气恬淡，表情漠然。你还欠我爸妈一个道歉，让他们等下辈子吧。爸的意思很明显了，不会为这件事让我自降身价的去对他们道歉，他们受气也只是受了。古冉冉，在江家你要好好摆正你的位置。好，我会好好摆正的，你且看着好了。摆正位置是吧？冉冉笑了一下。近日知道家中事情频出，
出，兄弟俩不言而喻，接下班了就早早的回家。江成宇这2日中午不在家吃饭时，他的心跳的七上八下，他满心想的是万一冉冉在江家又闹起来了可怎么办？他经常吃午饭时看手机，看到家中来电，他的心跳比平时更剧烈。江市长也是如此，早上出门时，他还特意叮嘱魏爱华，万不能再和冉冉起争执。魏爱华前2日都做得极好，但是当知道江老的心事偏向他时，他便骄傲起来，甚至想再次欺辱冉冉。他最后才走到餐厅。开餐之际，只见几人都在洗手，冉冉却拿起筷子，不等江老发言，他直接吃了起来。江成宇在一旁坐着，心跳加速，他都不知道冉冉何时能对自己的心率影响如此之大。趁此机会，魏爱华率先挑事：古冉冉，你到底懂不懂规矩？吃饭前要洗手，你没爹妈教吗？冉冉将筷子拍在餐桌上，他抬眸盯着魏爱华，大嫂，是不是你脸上的伤快好了？你就忘了疼？不提这个还好，一提这个他就来气。魏爱华控制不住火气，他怒然起身，指着冉冉的鼻子：这个家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我看大嫂上了年纪，火气如此大，想必是到了更年期。去年我奶奶更年期期间喝的静心口服液还挺管用的，我推荐大嫂也买1箱回来喝喝。冉冉的话将魏爱华气了个够，江市长恨铁不成钢的闭眼，每次妻子找冉冉茬，反而最后都被他给羞辱，但他还不长记性。在魏爱华准备破口辱骂冉冉时，主座的江老发声音了：够了，古冉冉，给你大嫂道歉。我道什么歉？是他先辱骂我在先。江老见不得冉冉梗着脖子和自己吵，你看看自你进门起，家里每天乌烟瘴气，还不收敛一下你的秉性？古冉冉，我纵容你够久了。冉冉嗤笑：纵容？我谢谢你的纵容，不过我不稀罕。古冉冉，你到底懂不懂何为尊敬？尊敬的前提要尊重。我且问问，你们尊重我了吗？江老反问。怎么没尊重？哪里尊重了？冉冉的反问让江家的人没人回答上来。片刻，江老脸憋得通红，他一字一句念叨：江家祖训。长为礼，你既是江家人，便给我遵守这条祖训，对你大嫂道歉。魏爱华看着冉冉被江老训斥，他脸上爬满了得意。冉冉看着他，他拳头紧握，忍着火气对魏爱华道：对不起。江老的火气渐收，魏爱华笑容爬满脸。但是大嫂何时对我爸妈道歉？既然江家祖训，长为礼，那我问问大嫂何时履行这条祖训？休想！你妈比我还小，让我去道歉不可能。江家祖训，长为礼，这个长难道不是长辈长者吗？我既已嫁给江成宇，那我父母便和江老是姻亲关系。他们虽然不如大嫂年纪大，但是辈分却和江老同辈。论辈分，大嫂应该唤我父母为伯父伯母。上次我父母登门，你羞辱了他们，那大嫂岂不违背了江家祖训？冉冉看着面色黑如炭的江老反问：爸，我说的对吗？他故意给江老难堪。江老暴吼一声：都给我滚！冉冉已经和江老撕破脸皮，他现在什么都不在乎，就在乎那点脸面。他又问了一遍：爸，我刚才说的话可有错误之处？我让你滚！冉冉拳头握紧，他第3次要问时，管家对佣人使了个颜色，立马有佣人压着冉冉将他拽出了餐厅。冉冉出了餐厅，里边的气压低到了极致，魏爱华呼吸都刻意的压制，江成宇却在安静的屋子里手指有节律的敲击桌面。江市长提醒：成宇，你去看看冉冉。江成宇眼眸看了眼餐厅门口，又看着餐桌上的各位，他笑了一下说：打狗还得看主人呢，欺负我妻子，这不是在打我的脸吗？他的眼神过于凌厉，盯得魏爱华不敢和他对视。大嫂，我说的在理吗？魏爱华不说话。江成宇又问：刚才我看你羞辱我妻子挺有劲儿的，怎么到我这儿成哑巴了？魏爱华抬头：成宇，那是他活该。江成宇看着江老问：不知道我江成宇的岳父岳母当不当得起市长夫人的一声道歉？江老出言提醒：成宇，她是你大嫂。江成宇讽刺的笑出声：呵呵，真好笑。您老忘了，冉冉是我妻子，你让我为了大嫂去委屈我妻子，我江成宇就这么窝囊。江成宇淡定地对魏爱华道：江家祖训，长为礼，大嫂切莫忘了，身为江家人遵守江家祖训，除非你不是江家人。他笑得邪魅，让魏爱华心中大惊。说完阔步离开餐厅，他上楼找冉冉时，却发现这女人竟然不在屋中。他拦着佣人冷言道：二少夫人呢？二少夫人刚才哭着跑出去了，我们不知道二少夫人哪去了。江成宇走到户外，他转了一圈没找到冉冉，又躲到哪里哭去了？他看了一圈，最后不寻找了，就让他在外边哭吧，哭够了就回来了。他又给助理打电话，重新购买一处房子。江家他看真不能待下去了，本是想让魏爱华欺负冉冉来着，到最后却是冉冉气回去。现在江家越待越乱，每日他上班心思都在家中，为了根绝此事，现在立刻必须买房子搬家了。他对叶南别墅有私人感情，他不希望不相干的女人住进去。做好此事，他只剩下等冉冉回家将要搬出去住的事情告诉他。可他等到了夜里9点还没有冉冉的影子，他给冉冉打电话，却发现他的手机在沙发缝中响了。冉冉出门没带手机，意识到这一点，江成宇开始出门寻找，找了许久也没发现人影子，于是他又去了监控室。冉冉下午被佣人拉出去后，他挣脱佣人的拉扯独自外出。他走出江家大门距今已经4个小时了。以他的性子，若是受了委屈一定不会回娘家，那他会去哪呢？眼看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他有些紧张。一个小女孩家深夜不归家，可千万别出什么事。他出去寻人也是大海捞针，盲目寻找。这边冉冉独自跑出来后，才发现自己手机和钱包都没带。为了不让父母担心，他只好去找他的好朋友。和好友在一起时，冉冉忘记了自己已婚的事实，一直玩到深夜。他却不知江家的人此刻都在四处找他。江成宇等不下去了，时间越晚，冉冉还没有踪迹，他心开始不安。于是他给自己的手下打电话，让他们在 Z 市的大街小巷寻找。他又给自己的好友打电话寻求帮助。打算睡觉的白晨接到好基友的来电，啥玩意？古冉冉是谁？你有媳妇了？媳妇还跟人跑了？于是，在江成宇挂了电话3分钟后，他的另外3个兄弟从异国纷纷打来电话问他：成宇，我听说你媳妇跟人跑了。江成宇，我忍。兄弟，你咋会遇到这事儿呢？按说你魅力也不低啊，咋刚结婚媳妇就跟人跑了呢？江成宇深呼吸，如果不是此刻需要白晨，我一定会把他的嘴缝上。动怒了，动怒了！一国的男公子断定好兄弟老婆跟人跑的事实。成宇，我现在去东国陪你。这个时候，身为好友是需要在身旁陪着他度过这段黑暗的日子，美其名曰陪兄弟度情关，实则看兄弟老婆长啥样。到底是怎样的女人敢给江成宇戴绿帽子？江家却找冉冉找了一宿，江老都惊动了。他沉着脸坐在沙发上，手越捏越紧。现在埋怨冉冉已是徒劳，江成宇也一夜没睡，等着冉冉次日回家。次日中午，冉冉打听好一切，才踌躇的回江家。在江家
家门口。他看着那扇大门，深呼吸，给自己做心理准备。昨晚一夜未归，回去免不了的一通训斥。昨日在家中发了大飙，今日回来时他也冷静了许多。他劝自己一定要忍住火气，千万别再发火了。她的出现让一直闭眸养神的丈夫忽然睁开眼，侧脸望着从烈日中走进门的妻子，冉冉的局促紧张没有逃过他的眼球。程宇放下胳膊，他在沙发上调整了一下坐姿。冉冉在门口顿了半分钟，他抬脚朝客厅走去。夜不归宿，没有消息，谁给你的胆子敢如此做？姜老说是在反抗我吗？姜老瞠目切齿，他的样子吓到冉冉了。爸，我昨天去我朋友家了，去了后发现手机忘带了，就没和家里说，别叫我爸。姜老怒吼，冉冉抿嘴，他没敢继续说话。姜老原先憋了一肚子的火，甚至火大的时候想让冉冉和二儿子离婚，但是看到他乖乖站在那里等着挨批的表情，他想到管家一直在一旁的提醒，终是自己硬要将他扯进来的。吴冉冉，你知错吗？姜老眼神锋利盯着冉冉，魏爱华全程一言不发。此刻他自然知晓姜老是在火头上，他不敢去招惹，不过他想知道古冉冉会不会为他昨日的事情认错。江成宇也看着他，昨晚他冲动离家一夜未归，今日他也想知道冉冉会不会又杠起来。我不知错。冉冉果然没有辜负江成宇对他的期望，他的回答和江成宇料想的一样，倔得四头牛。他的回答毫无疑问惹怒了隐忍的姜老，那就去禁闭室面壁思过，知道你知错再出来。他叫来管家，指着一个方向说，带他去面壁思过。管家在一旁劝和，怎么你也想反抗我？姜老怒目对视一旁温和的管家，管家语塞，他只好带着冉冉去禁闭室。冉冉料想过自己会被教训，但是没想到自己会被惩罚，还是关禁闭，他心中苦笑。到了关禁闭的地方，管家看着强装坚强的女孩，二少夫人，你去和老爷认个错，这个禁闭就免了。谢谢管家的好意，但是我依旧认为我没错。冉冉抬脚跨入小黑屋，女孩刚新婚就被大嫂处处针对，本以为尽量躲避就可相安无事，可大嫂还是步步紧逼，公公更是偏心到家，这次不管3七21，直接给他关禁闭。女孩心中苦笑，抬脚跨入小黑屋，转身自己有骨气的将木门给关上，屋子里瞬间陷入黑暗。冉冉抬手在墙上摸索，他找到了屋子灯的开关，手指轻轻一摁，小黑屋的一盏灯泡亮起，他盘脚直接坐在地上，幸好这个屋子还没那么热，他有些累了，于是背靠着墙闭眼静坐。这边客厅中，江成宇起身，刚才够给你们面子，现在他不在，我和2位强调一下，胡冉冉是我妻子，尊重她就是尊重我，若是2位觉得我妻子在家碍了2位的眼，我带她走便是了。魏爱华不敢招惹江成宇，他开口，成宇，这次的事情你全程在场，你心知此事谁对谁错。江成宇斜睨说话的人，他对如何？你道歉吗？他错又如何？大嫂难道指望从我口中听到我老婆的不是？说完，江成宇冷傲开口，简直妄想。他离开客厅去了外部，径直走到平时关江肃穆的小黑屋处，他拿起锁看了看，接着对旁边守着的佣人开口，开门。冉冉在屋里突然睁开眼，是江成宇的声音，他来干什么？佣人，二少爷是老爷让二少夫人关禁闭的，没有老爷的允许我们不敢开。江成宇嘲讽的笑了，那以后就让你们老爷给你们发工资吧。他朝后退了一步，对着那扇门一脚踹开，冉冉被这一脚吓得哆嗦，他屁股朝旁边移，不让门伤到自己。江成宇进入，看着朝里躲的少女，这么想待在这里？不想。冉冉摇头，不想就给我出来。江成宇在门口等着冉冉，冉冉看着他不太敢动，你不出来难道还想让我帮你收拾行李？行李去哪？江成宇等不及了，他进入小黑屋，弯腰拽起地上的少女，牵着她的胳膊带着她离开小黑屋，重回客厅。冉冉和姜老相遇，他定住脚步，姜老也看着他，他气得眼白憋出红血丝。江成宇，这就是你说的给我面子？他刚关禁闭，还不到10分钟，他儿子就去给人救出来。江成宇喉结滚动，让你给他关禁闭已经是给你面子，哪怕是关了几分钟那也是关了。他说完拽着冉冉上楼，傻愣子冉冉心有疑惑，江成宇和他爸不和。到了卧室，江成宇松开手道，不是想搬出江家住吗？现在收拾东西，今晚离开。冉冉诧异，你答应我了，为了所有人的性命考虑，得让你早点离开，早说嘛，你早说不就没这些破事了。他努嘴嘟囔，他则快速的去收拾东西，本身都不多，不一会儿的功夫他都收拾好了。这时江成宇的电话打进来，是好友南公子打来的，他接通，兄弟，你那跟人跑的老婆抓到没？江成宇看了眼在沙发上叠毯子的冉冉，要见一面吗？当然啊，兄弟，我回来就是帮你找老婆的。冉冉听到他要出去，他软声问，你要出去吗？他将电话挂了，对冉冉说，你先收拾，我出去收拾一个人，晚上回来接你。哦好，我等着你。冉冉刚被救出，江成宇又答应带他出去住了，他自然得乖乖巧巧的听他的话，甚至对他友好起来的江成宇看起来竟然那么的顺眼。在玉都豪庭顶层，江成宇进门时，4位好友已等候多时，众人对江成宇一顿调侃，一番打闹后5人坐下饮酒，大家都十分好奇江成宇为啥突然结婚。江成宇说道，老爷子以一份与默默去向有关的资料相逼，谈及新婚妻子，江成宇无语道，我打算带着他搬出去住，江家已经被他闹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了，老爷子快被他气吐血了，大嫂和他打过架，大哥吃过他的枪子，家人都得罪了一个遍。好友好奇道，那你呢？随即江成宇想到那个女孩给他叫大叔大侄子的事情，他冷哼一声，拿起酒杯再次一饮而尽。我懒得搭理他，因此没被他气过。大家又是一阵哄笑，4人一起给江成宇灌酒，你一杯我一杯，大家各一杯。半个小时后，江成宇面颊微微泛红，大家挑眉，差不多了。江家老宅，冉冉在屋子东西都收拾好了，他在等江成宇回来，这一等等到了下午吃晚饭的时候，餐桌上大家都到了，就差冉冉了。管家让佣人去叫二少夫人下楼用餐，冉冉看了眼门口方向，又看了眼客厅，最后考虑再三，还是去餐厅。他刚出现，都能感觉到周围佣人平息的小动作，看来大家和他一样紧张啊。冉冉乐观的想，自己在江家能混到这地步也是自己的本事了，这一切也都托了魏爱华的福。他不是怕事的，来了事他也不怯。冉冉小眼神瞄了眼威严的江老，他规规矩矩的坐下，不敢发言。许是江老将他关小黑屋为魏爱华出了气，也或许是魏爱华得知冉冉要和江成宇搬出去住，他今晚没有主动找茬，人都到齐了就吃
吃饭吧。江老开口，众人才拿起筷子吃。餐桌上有10几道菜，但是冉冉却只动面前2碟的，一是不饿，二是尽量缩小自己，千万别被魏爱华挑刺了。眼看要离开了，他今日着实无心和魏爱华干架。饭吃到一半，前厅来人了，接着听到了几声陌生的声音：“江伯在家吗？”一声清亮的叫声入了众人耳朵，陆陆续续的还听到其他几人的声音。江老放下筷子起身，面带淡淡喜悦道：“是滋娃他们了。”他急忙出去接几个人子娃，还有人取这个名字。冉冉十分惊讶，他看了眼魏爱华，只见他也看着冉冉，冉冉被他看得心跳加快。来了，又要吵架了，看什么？还不赶紧出去！语气虽不友好，但也算对冉冉的一个提醒。南宫姿、白晨、珍惜、颜真玉都是程宇的朋友。哦，冉冉赶紧放下筷子，一点也不稳重的小跑出去。江市长意外的看了眼妻子，看我干什么？以为我还要和他吵架？那我也得有个周末好吗？我今天没力气和他吵，他也年纪一把了，哪有小姑娘们有精力？每次和冉冉对架之后，自己都需要好久才能消化。这些天他气的大姨妈都推迟了，是得给自己放个假。加上冉冉要离开江家，没人给他争夺地位，他看冉冉也和颜悦色了些。他内心的小九九，就算他不说出口，身为丈夫的江市长，他见惯了形形色色的人，又岂会不知？他忽然说了句：“这样也好。”大家都清静。前厅，冉冉看到了醉酒的丈夫被2个人搀着，另外2个人上前和江老打招呼：“江伯，我们都是回来祝程宇新婚快乐的。”他都没告诉我们。南宫姿说这一声和刚才子娃的声音很像。冉冉知道了他的身份，南宫姿。那剩下3个怎么区分？一个叫珍惜，一个叫颜真玉，还有一个2个字叫什么来着？冉冉费力的想。白晨开口，看着在想名字的冉冉，他肩膀轻撞南宫姿肩膀，小声嘀咕道：“看那个小丫头是不是？”南宫姿眼神也朝江老的身后扫了一眼，视线落在冉冉身上，他小声和白晨说：“看起来不太像啊，这还是学生吧？学生怎么能结婚？”江老离得近，他尴尬的咳嗽一声，接着转身对着冉冉慈眉善目的喊道：“冉冉，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冉冉走上前，他乖巧的立于江老身侧，乖巧听话的他让江老又满意了。这位是南宫姿，潮州南宫家第13代继承人，他旁边的那位是白晨，白政委的3子，搀着程宇的2人分别是颜真玉和珍惜，我们几家都是世交，他们也都是程宇的朋友。接着江老才对几人介绍他身旁的女孩，这位就是江程宇醉醺的状态下，他眯起眼睛看着乖乖的妻子，不等江老介绍完，他问：“我不在家，你又气人没？”冉冉心里吐槽，她家老公真会给她面子。江程宇没听到冉冉回答，他霸道的问：“说话，今天又气谁了？我替你出气。”客厅陷入诡异的安静，原来醉酒后的江程宇是这样的，包括他的4个好兄弟都震惊了，都扭头看着醉酒的好兄弟。大哥，是你媳妇气人，你为什么还要替他出气？冉冉眼珠眨呀眨，可爱的摇摇头，我很乖，才没有气人。这下不等江老介绍，众人也都知道面前懂事听话的女孩是好兄弟那离家出走的老婆，可是这也太小了吧，看起来就是个学生。南宫姿道：“江伯，冒昧的问一句，他成年了吧？”这个问很冒昧。江老咳嗽有些剧烈，冉冉知晓江老的尴尬，他开口：“我20了，正常结婚。”接着他自我介绍：“你们好，我是江程宇的妻子吴冉冉。”江程宇醉得有些头懵，他腿有些软。魏爱华和江市长姗姗到来，魏爱华是已婚多年的妇女，她刚到便看到其中的不妥，饶是不情愿，她也走上前，在冉冉的身边提醒，去搀着程宇。冉冉疑惑的转身，双眼发呆，眼神似在问为什么。魏爱华觉得眼前的女孩吵架一个顶俩，打架一个顶仨，可到了为人做事上，10个冉冉也不顶她一个。片刻，冉冉终于意识到，她去搀着江程宇是她身为一个妻子该做的事情。她呲牙，自己竟然没意识到。她小跑到珍惜和颜真玉面前，看着中间的丈夫，她伸出双手，不知道该怎么下手。颜真玉和珍惜似乎是故意想逗冉冉，2人同时松开手，江程宇的身子前倾，直接倒在冉冉的怀中。哎呦妈呀！冉冉被他的一撞，她下意识的后退2步，稳定自己的身形。听到他的话语，周围的人偷笑，连看不惯他的魏爱华嘴角也勾起。江程宇一条胳膊搂着冉冉瘦弱的肩膀回卧室，江老也急忙出声：“冉冉，你带着程宇先回去。”冉冉沮丧：“爸，我扛不动他。”管家，帮一下二少夫人。江老出声，管家上前欲要搀江程宇，怎料他一手甩过，他一个人就够了。冉冉欲哭无泪，他一个人咋能够吧？这男人是不知道自己喝醉后身重像是一座山吗？江程宇不知道他小媳妇的小心思，他只是将冉冉当成个会移动的柱子。他扶着冉冉的肩膀朝电梯处走去，费了好一番力气，冉冉可算将男人领到了屋子里。他一手搂着江程宇的腰，将他朝床上引，当将他放在床上时，连带的他的重量也将自己给带滚在床上。冉冉毫无征兆的身上压了座大山。江程宇，你占我便宜是不是？压死我了！你快滚下去！江程宇发现趴着睡觉似乎比躺着更舒服，就是身下有个叽叽喳喳的麻雀，一直说话让他烦躁。闭嘴！我就不闭嘴！江程宇，你压的是我，你把我压死，你得偿命，知不知道？冉冉余下的话没说，他整个人都处在被雷劈的状态中，被亲了。冉冉的心不规律的跳动，似乎要跳出来。江程宇，他和冉冉的视线对视，他的眼眸没有刚才那般混杂，此刻清晰透彻，仿佛他没醉一般。冉冉想到刚才的一个吻，瞬间脸红，你故意的。江程宇喉结滚动，一个翻身，冉冉在看床上躺着的丈夫已经闭眸在睡了。冉冉拍拍胸脯，心中庆幸，幸好他是喝酒了。他将人直接扔在床上，自己跑出门，听到关门声，床上的男人瞬间睁开眼，这次他眼底的清澈不是骗人的。躺着的男人从床上坐起来，刚才的冲动他自己都愣了，当时只感觉身下一软，怀中多了个软无骨的抱枕，他抱起来很舒服而已，可是怎么会忽然亲上去？江程宇头疼，他手扶着额头，拇指揉揉太阳穴，怎么回想他都不知道为何会亲他，亲一口就算了，还把他嘴都吸红了，他的形象啊，难道这就是男人喝醉后所谓的乱性？冉冉在台阶后深呼吸，让自己的心跳趋于平静，接着他走出电梯间，去接待和送别丈夫的好朋友们。众人走后，冉冉路过魏爱华时叫住他：“谢谢你。”一码事归一码事，他帮了自己，冉冉就要道谢。魏爱华鼻孔出气：“你还会道谢？你帮了我，我就道谢，但不代表咱俩之前的账勾销。”卧室内，冉冉在端向丈夫的脸，她伸出食指戳戳江程宇的脸：“喂，你醒了没？”江程宇闭眸不搭理她，睡着了。冉冉的语气竟有丝丝喜悦，她看着熟睡的江程宇，嘴巴发出啧啧啧的声音：“我妈说，男人喝醉后就像个死猪一样叫不醒。”
起。哎呀呀，没想到吧，你这头死猪落到我手里了。冉冉伸出手去捏江成宇的脸颊，我捏。冉冉将江成宇的脸当成橡皮泥一样上下捏，左右捏，他越玩越开心，让你之前欺负我，姑娘报仇3日不晚。在他确定江成宇睡着觉不醒后，他更放肆了，他捏着江成宇的鼻子不让他呼吸，等几秒后，他又立马松手，被窝中的男人手握拳捏紧。如果不是为了刚才一吻的尴尬，他故意在装睡，否则他现在一定能捏碎发妻。冉冉还叫嚣，你不是厉害吗？有本事你现在起床给我打一架。玩够了丈夫的脸，冉冉单手撑着下巴开始欣赏他的脸，仔细一看还挺帅的嘛。他手不安生的又去戳江成宇的脸颊，可你帅归帅，我可不爱你。他的这句话为装睡的江成宇提了个醒，他必须尽快查明这个女孩为何会嫁给自己。冉冉自言自语，江成宇，你别给我猖狂，早晚有一天我会比你更强，站在你头上。装睡中的男人嗤之以鼻，就凭你10辈子也不可能。冉冉又道，我就看不惯你家那套做派，时不时的拿收购我家企业来威胁我。你爸刚威胁我嫁给你，新婚夜你就威胁我和你说实话，我说了呀，可你不信。江成宇知道了些什么？他继续装睡，看这个女孩能给他吐露多少秘密。幸好你睡着了，我才敢巴拉巴拉的和你说这么多。你等着吧，我早晚有一天会干掉你，然后也用收购你的企业来威胁你。威胁你什么好呢？冉冉仰脸幻想。对啊，威胁你什么好呢？江成宇喉结滚动，他心道，娶了个爱做梦的姑娘。冉冉惊吓的站起来，他指着江成宇的喉结，你喉结动了。江成宇，冉冉晃晃男人的身子，你起来，我都知道了，你就是在装睡。江成宇不动，冉冉皱起眉头，他不上当还是真的睡着了。在他快忍不住时，屋子里响起敲门声，冉冉手迅速收回，他冲门口问道，谁啊？二少夫人是我来给您和二少爷送晚餐来了。冉冉哦了一声，他小声嘟囔，刚好我也饿了。他跑去开门，床上的男人松了一口气，他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这个女人趁他睡着叫他死猪，还捏他脸，捏他鼻子，碰他喉结，还做梦企图收购江氏集团，幻想以后威胁自己，真是年少轻狂，不知天高地厚。冉冉打开了卧室门，他接过盘子，对着佣人礼貌道谢。他看着3宿2荤，开心的搓手，终于要后带我肚子了。江成宇也确实乏了，他调整好姿势，闭上眼睛开始真正的休息。夜晚10点，江成宇一觉睡醒，酒劲散了，他从床上坐起，才发现屋子里有淡淡的灯光，沙发上的女孩抱着手机就睡着了。本来是今晚要带着他搬家的，没想到自己被那4个人合起伙来灌醉了。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来江家看冉冉到底是何方神圣，若不将他灌醉，想必他是不会让冉冉见这4人的。他掀开被子下床去洗手间，冉冉听到动静，他从沙发上惊醒，他扭脸看着睡醒的男人，你醒了？冉冉怕他腿软的跌倒，他从沙发上起身走到江成宇的身边，你还把我当你柱子？你去哪我带着你去。江成宇收回自己的手，不需要，万一你倒了咋办？别逞强了，又不是没把我当柱子过。去哪？江成宇这次没有收回他的手，而是他领路去了卫生间。到了后，他站在马桶前不动，冉冉抬头看着他也一动不动。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江成宇问。冉冉迷瞪的眨眨眼，忽然他看到马桶，一下子明白了，对不起。说完他冲出卫生间，将卫生间的门哐的一声大力关上。江成宇扭头看着他逃跑的背影，好心情的笑了。在门外不一会儿，冉冉听到浴室中传来的水声，他耳朵贴在门上问江成宇，你在洗澡吗？你晕不晕啊？需不需要我找个人来帮你？不晕。冉冉和他客套了一下，那你有需要了叫我一声，喊你来给我擦背吗？江成宇逗弄小妻子，接着卫生间的门被冉冉踹了一脚，这一脚似乎想踹在江成宇的身上。我喊咱爸来给你擦背。他坐在沙发上，心中犯嘀咕，这男的喝醉会不会断片啊？如果断片还好，可如果不断片，一会儿见面两人就尴尬了。冉冉仰头感叹，初吻没了。江成宇从浴室出来后问，我怎么回来的啊？你不知道？冉冉的眼眸带着好奇和探究。江成宇装出一副头疼的样子，忘记了。冉冉眼眸一转，太好了，原来断片了啊。他不怀好意的想。接着冉冉努着小嘴说，怎么回来的我不知道，不过你喝醉后发酒疯在客厅唱黑猫警长的歌了，你还让我们给你当观众，你唱完歌我们还得给你鼓掌。江成宇无语。冉冉误以为江成宇不敢置信，他强调，真的，不信问咱爸。你唱完还很有礼貌的给我们鞠了一躬。江成宇唇角微勾。冉冉借口去楼下给成宇倒水喝离开。到了客厅，冉冉看到魏爱华，他顿住脚步。魏爱华看到他也愣了下，两人心照不宣，都怕和对方掐起来。偏偏两人的目的地是一样的，在饮水机旁，两人无声的各自接各自的水。明天什么时候搬走？魏爱华视线看着出水口，他话语沙沙，没了白日的邻人模样。冉冉道，得看江成宇什么时候酒醒。魏爱华接好了水，他拧上瓶盖对冉冉说，走了就不要回来，江家该给成宇的1分都不会少，但是女主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你想和我争，还太嫩了。我们和平相处，即使互相看不惯，但起码能维持表面和谐。若是你敢贪心，将江氏集团独吞，我不会就此罢休。你说了半天，说的是啥？冉冉听得云里雾里，不懂。魏爱华笑得讽刺，你不是想踩在我的头上，做江家的女主人？你们夫妻俩独吞江氏集团。他捧着江成宇的水杯，目光坦率对着魏爱华，我可没想和你抢江家女主人头衔，别给我乱扣帽子。还有江氏集团的事情，那是你们江家人的，和我可没关系。我从未想过和你争过任何东西，别被你的被害妄想症给骗了。冉冉，你忘了你曾经欺负柔儿时说的话了吗？我欺负她？冉冉指着自己惊讶的反问。魏爱华道，我知道成宇优秀，你们女孩子都喜欢。你在柔儿面前作威作福，口出狂言欺负她，还声称要把江家女主人的头衔抢走，怎么到我面前就不承认了？冉冉是个有误会就必须掰扯清楚的人，他拉着魏爱华道，这件事必须解释清楚。我现在终于明白，你前些日子为什么总是看我不顺眼找我茬了，感情中间有小人在挑拨你我。冉冉年纪轻轻却不怕事，他眼神透露着坚定，我可以对你发誓，我从未说过要当江家女主人，更没有说过独吞江氏集团，甚至对高玉儿小姐从未多言二话。若我说谎，我就不得好死，也请大嫂告诉我，高玉儿小姐是如何告诉你我这些话的？魏爱华看着严肃的他，俗话说一个人的眼神是骗不了人的，他从冉冉的眼中看出了他的真诚。他忽然想到那晚在酒店，丈夫对自己说自己被高玉儿给骗了，偏偏他不信。那天你回门后，当天下午你在外边和柔儿说的什么让他哭了？那天是
是我找的他。江成宇从后方出来，大嫂，小冉和高小姐见面不过3次，3次我都在场，他从未和高小姐有过争执。那天回门实则是我在对高小姐谈话。魏爱华仰头看着江成宇，怎么会是你？对，是我。他对我的感情想必大嫂心知，但我已经有了家室，是小冉的丈夫。那天我对高小姐的话，便是劝她别在没结果的人身上浪费时间。冉冉侧脸抬头看着身边的丈夫，对，我记得那天爸让我处理他，我就把爸轰走后，把时间交给你们俩了。魏爱华不敢相信，江成宇道，我为何要对你说谎？刚才你们的谈话我也听了许多，也知道大嫂一直以来最忧心什么。今晚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江家的女主人这个虚名，我的妻子不会要。江氏集团属于苏木的那一部分，我绝不会动。知道江成宇和高雨儿没有关系后，冉冉的震惊程度不亚于魏爱华。他戳戳江成宇的腰，你不喜欢高小姐啊？江成宇反问冉冉，你觉得我心有所属的话还会娶旁人吗？他就是那个旁人。冉冉思考了一下，他又看着成宇的眼神，他摇头。若是江成宇有心爱的人，他绝不会娶自己。早说啊！我之前心里还骂过你，心直口快。不过脑子的冉冉稀里糊涂的，不知道怎么把心里话给说出来了。说完后，他惊愕。成宇笑问，骂我什么？明明他在笑，冉冉心里却毛毛的。他曾经误会高雨儿和江成宇是一对情人，心里唾骂过江成宇，狗男人，有女朋友还和自己结婚，窝囊男人。原来江成宇和高雨儿是清白的关系。冉冉和成宇视线对视，他心慌的立马撇开脸，接着他对着魏爱华道，你应该回去回想一下这一切，是不是小人作祟？成宇牵着冉冉的手问，水接好了吗？好了。冉冉乖巧开口，他举起手中的水瓶让成宇看，回去休息吧。成宇带着冉冉从魏爱华的面前走过，独留魏爱华独自在客厅反思。到了卧室，江成宇抓着那个问题不放，心里偷偷骂过我什么？冉冉咬舌尖，他对着江成宇笑笑，你还是别知道了吧，我担心你掐死我。成宇皮笑肉不笑，不说实话，明天不搬家，狗男人。还有呢，窝囊废。冉冉说完，他咬着下唇，低着头，一副认错的模样。继续，还骂我的什么？冉冉摇头，不敢说了，我脑袋就这么大小，骂人的词语掌握的有限。没了。成宇嗤笑，我看你脑袋也不小嘛，和你的一般大。和冉冉谈话不能过多，一多他就要被气出火气。成宇伸手拿走冉冉手中的水杯，他离开他的面前，坐到沙发上。为什么骂我？源于误会，我当时也不知道你和高小姐没关系啊，而且我更没想到那女人这么的嘴欠。之前误以为她是你女朋友，我嫁给你拆散了你俩，对她还心存愧疚。现在，呵呵，妥妥一个白莲花。就她这个级别，借刀杀我。冉冉说起来便来气，不知不觉的说了多了。说完，他才留意到成宇在看自己，你干嘛又看我？你是属麻雀的吗？叽叽喳喳的话不少。冉冉回道，你是小学没毕业吗？12生肖都不知道。成宇无语，好吧，他闭嘴。另一间卧室，魏爱华回到屋中，她晃醒睡得昏沉的丈夫，老公，你上次对我说我被柔儿骗了，为什么这样说？江市长拿起床边的眼镜戴上，这么久了你还没想透，高雨儿喜欢咱家成宇，成宇又娶了冉冉，那冉冉不就是他的情敌了？江家有禁令，不欢迎他，他来不了，只能利用你给冉冉使绊子，将我们家闹得不平静，让大家都不喜冉冉，好给他机会趁虚而入。你不是爱看八卦小报吗？这些信息都看不透。魏爱华又问，那你为何笃定冉冉不想当江家女主人？她嫁给成宇还是被逼的？知道那天为何冉冉会和你出手相对吗？每个人都有软肋，冉冉的软肋是她父母，当初咱爸就是用他家人要挟她嫁给成宇的，要不然那小姑娘人家大好青春，为什么嫁给一面都没见过的成宇呢？她连嫁都不想嫁，又哪来的心思想去给你抢江家女主人？这不过就是一个虚无的头衔，还是你太重面子才会入了高雨儿的套？她是被逼嫁给成宇的。魏爱华眼眸轻微晃动，她好像将眼前的云雾给拨开，看到了前方的真相。江市长说完，他重新躺下，冉冉这姑娘啊，当我们闺女都可以了，竟然成了成宇的妻子。你设身处地的想想，古家二老舍得让冉冉嫁吗？我还听说古家为了冉冉，他家现在的合作都缩减了许多，只和老友人合作。为什么？就是为了告诉我们江家，古家嫁女不是卖女求荣。爱华，我们年纪都不小了，凡事得学会思考，长的脑子就是让用的，不是被人算计的。魏爱华泄了气般颓废坐在床边，仔细一想，高雨儿对他的话几乎全是拉拢他，然后挑拨他的心，让他对冉冉充满敌意。魏爱华也想到了，冉冉一直想搬出去住，就为了不想和江家有关系，这样的人又如何有心思和他争那什么虚名呢？错了，他错了。魏爱华想到半夜，热水变温，最后转凉，他也没有睡觉。次日早上的餐桌格外的平静，江老边用湿毛巾擦手边问江成宇，准备今天走？吃过饭去收拾个东西，我带着小冉便离开。江老问住哪里？新买的公馆。江老点头，他看着冉冉，一副长辈的口吻叮嘱，去了别自由过了头，没事和成宇多回来看看。爸，你是还没被我气够吧？冉冉要走了，他心情甚好，于是开起了玩笑，我以后定期会回来专门气气爸。江老并未因为冉冉的话语而生气，他笑出声，你还敢说？这日早上，魏爱华一言未发，吃过饭，两人打算走时，佣人一路小跑的进屋报喜，老爷、大少爷、大少夫人，苏木回来了，我儿子回来了。魏爱华的脸上浮现笑意，他朝门口跑去迎接。冉冉看门口的架势不小，想必是江家的阔绰江公子回来了吧？江老对冉冉道，你和成宇结婚的时候，苏木在海外旅游没回家，刚好你趁此机会见见苏木。冉冉点头，他挺想看看魏爱华的儿子长什么样的。江成宇却淡淡道，皮孩子一个，不认识也行。冉冉摇头，我挺想见见的。晨阳下站着一位褐色发丝的男孩，戴着耳钉，手指还戴着戒指，大拇指处还有着纹身。魏爱华看到儿子真是又爱又想，他拍儿子的后背，快回屋，你爷爷在家里等着呢。哎，对了，你小叔结婚了，他妻子也在屋子里，一会儿别吓到人家。啥？我叔在家？江苏木的第一反应不是江成宇娶妻，而是江成宇在家。他怕江成宇已经是老鼠怕猫那般地步了，知道他在江苏木，下意识的想逃，把小起，全家都宠他。偏偏他的小叔是头魔鬼，见到他便训斥，没人舍得打他，但他却被小叔一个滴溜扔飞。怕啥？你这次没做坏事，你叔不揍你。屋内，冉冉听到户外熟悉的男生沉默了，这个人的声音，他说什么也忘不掉。苏木是叫江苏木吧？江老点头，是啊，你们俩还是一个大学呢，开学你们直审两人可以一起。冉冉眼睛快速眨巴，他神情古怪的说了句，他可能不太想和我一起吧。江苏木觉得哪等女人能让他那伤亡级别的叔叔青睐，他着实好奇，着急瞧瞧，于是他快步进屋，沙发上齐齐的坐着三人，为首的江老依旧是那般的威严，一旁的江
成宇永远是江苏木最怕的存在。还有那个，嗨，江苏木，我就是你的小婶婶古冉冉。冉冉抬手和江苏木打招呼。江苏木看到古冉冉在，他像是土拨鼠似的叫声不止，似乎是见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冉冉笑容灿烂，同桌你好。还刚新婚就把家里搞得天翻地覆，老爷子被他气得要吐血，大嫂被他直接捶倒在地，就连市长大哥也得吃他的枪子。好不容易熬到老公投降要搬家，可突然之间又蹦出一个大侄子，而且还是10年的同桌。苏木开开心心的回家，没想到第一天竟然惊闻噩耗。噩耗1小叔在家，噩耗2古冉冉在他家，噩耗3小叔娶了古冉冉。他的苦日子以后要来了。屋内的人都懵了，姜老率先开问：冉冉，你和苏木是同桌？冉冉点头。小学的同桌，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同桌。苏木欲哭无泪的补充。冉冉笑笑，是啊，是一直都是同桌。程宇见到妻子的陪笑，他眉头紧皱。妻子和侄子同桌了10几年，小学3年级2人初次做同桌。江苏木在学校猖狂的称霸王，当他和冉冉坐一起时，他便开始使唤冉冉擦桌子、整理抽屉、写作业。你敢不替我写？等着爷爷的拳头招呼你。冉冉说：你想打我？怎么的？不服？于是冉冉起身踩着凳子上去，就是一拳头挥到江苏木的头上，趁着他发懵之际，揪着他的发丝将人摁倒桌面上。你想使唤我？给你脸了。那是第一次苏木被冉冉揍，在他那天真的童年里留下了深深的阴影。那之后他负责给冉冉擦桌子、整抽屉外加写作业。初中他个子猛增，瞬间有了巨大的自信。他想起孩童时期的耻辱，要想讨回来，于是去找冉冉打架。结果不过5秒时间，他被 KO 在地。后来还是班主任将他送去了医院。没过2天，苏木坐在冉冉的身边，又开始了他为妻小弟的生活。第3次大家是正儿八经的比试，是在高一，他自认还是学了些本事的，打到一个不到他胸口的女孩子不在话下。谁知冉冉从幼稚园就开始去跆拳道学习，这些年他早就是黑带了。那一次，苏木请了3天的假在家休养身子，开学后又灰溜溜的转去了冉冉的班级，继续开始了他为期3年的小弟生活。终于到大学了，终于熬过头了。他喜极而泣，大一的美好生活让他忘却了自己，忘记了大魔头冉冉。然而命运给他开了个神奇的玩笑，让冉冉成为了他的小婶婶，这让苏木如何能接受的？冉冉知道苏木心里回忆自己的霸道经历，他也没想到从小欺负到大的男孩子竟然是赫赫有名的江家独苗，还成了他的侄子。看来我和江家人的缘分是一早就注定了。冉冉突然说，这句话吸引了程宇的全部注意。她嫁的人是自己，为何说和侄子做同桌时就缘分早注定？江程宇看侄子的眼神变了，滚过来坐好，重新认识你婶婶。苏木不愿意过去，叔，你别娶她，她就是一个霸王龙，我砸你了，和我做同桌我对你不好吗？江老将孙子叫回去，你和爷爷在一起，你叔不敢拿你怎么样？冉冉视线一直在苏木身上，她笑眯眯地问江苏木，原来你害怕我老公吗？在家人以为冉冉说的是害怕，而在苏木听来，她说的是害怕。刚才意气风发冲天豪气的少年，此刻胆小如鼠地坐在江老身边。一上午的时间，说是冉冉和江程宇要搬走，但因为苏木回来，2人只好暂定下午再搬走。吃午饭时，苏木对冉冉使眼色，同桌10年默契养成，他一个眼神冉冉便知道他想干嘛。冉冉寻了个机会偷偷去台阶处，苏木见家中无人，留意到2人，他牵着冉冉的手腕朝江家的后院走去。这一幕被2楼的男人看得清清楚楚。程宇看着侄子和妻子跑开的方向，他喉结滚动，眼眸也变得不再温和。他装作若无其事的下台阶，朝着后院方向走去。到了后院的小黑屋处，冉冉甩开苏木的手，侄子，我现在可是你婶婶，你和婶婶要保持足够的距离，我审你大爷。古冉冉，你怎么会嫁给我叔那男人？冉冉大笑，你现在不应该求我把你在学校的糗事不告诉你家人吗？苏木烦闷至极，你说你嫁给谁不好，嫁给我叔，你叔怎么了？苏木在冉冉的耳边说悄悄话，真的。冉冉震惊的瞪大眼，他双手捂嘴，你叔真的？苏木点头，我偷听我爷爷说的，嘘，别对外说，我是看在你是他媳妇的面子上才对你说的。冉冉点头，放心，这种大事我当然不会对外说。2人头碰头栽在一起窃窃私语，身后的男人站在烈阳中，双手插都望着2人。那个古冉冉，别告诉我家人你3次把我打倒的事儿，放心，我会给你留面子的。再说我对你家人说，就你那个妈还不得把我杀了？苏木看着烈阳下站着的小叔，他不敢相信，揉揉眼睛，定眼仔细一瞧，真是他的小叔。古冉冉，我叔站在太阳下看我们干什么？冉冉眼睛眯起看向丈夫，估计是晒太阳补钙吧。有道理。程宇看不下去了，他手伸出口袋走近2人，明明此刻是炎热夏季，但2人却感到一阵寒气。江程宇沉着脸，语气不善问，海外没把你晒过瘾，回到家还要出门晒太阳，叔你不也在晒太阳补钙？程宇看着冉冉，还有你注意分寸，他是你侄子。同桌2人同时语塞。说完，程宇拽着冉冉的手离开后院，冉冉被拽得一个踉跄，他差点跌倒，程宇直接拦腰环抱着他推着走。到了餐厅该吃午餐了，程宇一刻都不想多停留，妻子和混账小侄子相处可不是好事情，我们不在家吃了，直接去住的地方。江老开口，急什么急？苏木刚回来，我们一家人吃个团圆饭，今天中午不许走。冉冉距离江程宇最近，他感受到男人的不正常，自己弱得不说话。不一会儿，苏木慢悠悠地晃荡到餐厅，他拿着筷子准备吃饭，右手大拇指上的纹身吸引了母亲的注意。魏爱华指着儿子的手问苏木，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能学坏孩子呢？妈，纹身那不叫坏孩子，我这叫社会。魏爱华看向程宇，程宇，你说说江苏木，我们管不住他。苏木看到江程宇的视线，他立马将自己的手背后，叔，我大了，你说我年满18，别让我看到你手上的纹身，要么手剁了，要么纹身去了。苏木哭丧着脸，他看着冉冉，希望这个新婶婶家同桌能帮他言说几句，而冉冉一头雾水，你看我干啥？你叔让你剁手的不是你婶。程宇又道，3分钟时间，若是去不掉，我找人来帮你。别，1分钟就可以。苏木沮丧着脸，他去了趟洗手间出来时，手上干干净净，没有一点纹身的痕迹。这时江老又开始数落孙子的外形了，男孩子你戴个耳环娘不娘？娶了，爷爷，这叫时髦潮流，年轻人都这样。苏木辩解，江老道，程宇，你管管。程宇看着苏木，一言不发。叔，我20岁了，你说超过18你不管我的。苏木做最后的挣扎。江程宇高冷地望着侄子，想让我说第2次，苏木不敢反抗，老老实实的将他的耳环给取下来。江老满意说，这还差不多，看起来
来像个学生。江市长最看不惯儿子头发总是五颜六色的，这次又不知道是个什么色，总之不是黑色。头发染黑了去。江成宇问苏木，让我说3次。苏木揪着自己的发根，叔，这个头发是真的，我就算染回黑色也得去理发店，能不能吃过饭我下午就去染啊？3个小时内我要见到你头发是黑色。好的，明白。江老对成宇说，下午再走，你不是还要3个小时内检查苏木的头发？你现在走了就没人能收拾了他。魏爱华今日一直为和成宇夫妻说话，今日刚一开口便是挽留，要不别走了。成宇留在家里还能帮我降一下苏木。妈，你吃你快吃，儿子给你加肉。苏木快速的堵住母亲的嘴，大魔王叔叔、小魔王同桌两人要走都走，要留自然是都留的。苏木内心只想让他们走，麻溜的走。下午行李都装好了，就差苏木的一头褐色毛发。成宇眼神不悦的盯着侄子，什么时候去换头？苏木面对亲叔，小心脏扑通扑通的直跳。叔，你能不能先走？我今天给你保证，我一定染成黑色。江总已经不耐烦了，管家，去把剃头推子拿出来。叔，我现在去。苏木在小叔面前秒锁，他本来晚上约了几位好友，打算去炫耀他的新发色，结果刚回家见到他叔，这下完了。更可气的是，他叔身边的女人一直在憋着笑，这有什么好笑的？冉冉从见到苏木出现开始，脸上的笑容就从未消失过，只要一见到苏木，她对丈夫认怂的画面，那个喜感让她忍不住的笑，窃笑的她在程宇的眼中却成了少女见到心上人时的欣喜。苏木和冉冉对视，她咬牙，只有嘴唇在对动，和冉冉唇语道：笑什么笑，还不赶紧帮小爷解围，多年同桌不是白做的。冉冉立马秒懂他的意思，冉冉摇头，不可能。苏木眉毛戏剧的扬起，眼神透露着警告，别犯抽。冉冉对他挑眉，一副得意，谁抽谁还不一定呢。两人的隔空交流已然让沙发上的男人窝火了。江成宇扭脸看着新婚妻子，眼神带着压迫感。见到苏木很开心，冉冉正聊得起劲儿，忽然被丈夫一问，她未听清，下意识的啊了一声，这一个啊被男人误当为肯定，这让男人心中的火彻底烧起来。一旁的魏爱华都感受到了小叔子的不悦，偏偏他那没脑子的儿子和不讨喜的弟媳两人却没感受到，甚至二人还在程宇的火上浇了一箱油。只见苏木这只褐毛走到两人面前，他一把牵起冉冉的手腕，你跟我过来。说完，他当着他叔的面将他叔的媳妇给拉走了。冉冉还乐呵呵的跟着苏木走了。二人消失后的客厅陷入一天沉静，客厅安静的落下一根针都能听清。江成宇喉结滚动，大嫂，苏木今年20了吧？但是成宇他还小。魏爱华察觉到成宇想收拾儿子，江成宇扭头看着二人消失的背影，年纪不小了，该娶妻了。魏爱华嘴角抽搐，他说出这句话，脸一点都不红。消失后的二人出现在了后院的草坪上，苏木将手机塞到冉冉的手中，你赶紧的快点，天黑前我得把头发颜色染回来。冉冉拿着手机放肆的大笑，江苏木，你也就这点出息，脸都丢尽了。苏木一股不服气，但想到小叔叔那个人，他不敢表现出分毫。他站在草坪上，双手插兜，摆出自认最帅气的 pose， 这姿势怎么样？迷人吧？他自恋的问给他拍照的女人。冉冉拿着手机疯狂给苏木拍照，他喊换一个姿势，再不拍以后就没这个机会了。江成宇站在窗边看户外的年轻人嬉闹，冉冉脸上的笑容是他自嫁入江家来从未有过的开心。来人，把江苏木押回来，剃光头。魏爱华在一旁被吓到，江成宇竟然来真的，他忙上前求饶，成宇，你听嫂子说啊，苏木知道错了，我以后教他，你别真给苏木头发剃了，他可是你真侄子。江成宇眼神坚定，看着外边刚才嬉闹的二人，其中一人已经被家中的佣人压着一条胳膊推着他往客厅走。喂，干啥？我就拍个照，我拍照发朋友圈证明我真的敢染头发。不是，你们抓我干啥？你们怎么不去抓捕冉冉啊？苏木为自己鸣不公，冉冉拿着他手机对他吼，江苏木你咋这么不要脸啊？我冒着大太阳给你拍照，最后你还让佣人抓我，真是3天不打你上房揭瓦，4天不踹你就认不清自己的地理位置。他拿着手机跟着进入客厅，你信不信我把刚才的照片都删除？别，那是我的命。江成宇黑着脸，他指着凳子让他坐下，给我摁住了。管家用推子给他头发全剃了。什么剃光头？玩真的？叔，我错了，我现在去染发。冉冉可是个记仇的主，刚才苏木让佣人压自己，他可是记仇了。此刻他幸灾乐祸，老公就把他头发剃了，给他一个教训尝尝。魏爱华瞪了眼冉冉，这就是个戳事精。江成宇却因为他的一个称呼心咯噔了一下，他扭头看着乐祸幸灾的妻子，竟从他那气人精的小妻子眼眸中看出了期待。一旁的魏爱华情急之下说道，成宇，你刚才还说要给苏木找媳妇呢，你把他头发剃了，那他太丑了，人家姑娘看不上他，那媳妇一试就泡汤了。苏木惊恐地看着小叔叔，腿下的打颤。叔，什么娶媳妇？冉冉兴趣瞬间高涨，他兴奋地跑到程宇身旁，伸手拽着他的衣袖。江成宇，江苏木媳妇是谁？快说！程宇皱眉，老婆对自己的称谓可是时时都在变化。你叫我什么？江总。程宇，老公。哎呀，你快说呀，看我认识不认识？极大的好奇心让冉冉都忽略了自己对江成宇撒娇的事情。程宇总算听到一个顺耳的称呼了，他面孔少了几分严肃。还没定，你身为婶婶可要多为他婚事操个心，这是必须的，职责所在嘛。冉冉斜望那个无法动弹的男人坏笑。苏木，你放心吼，当婶婶的自当要操心侄子的终身大事，我会给你找个温柔贤惠、知书达理的媳妇。魏爱华眼看事情发展已非他能控制，他立刻寻来一名佣人，快去找老爷来救救苏木。客厅，江成宇已经拿着推子打算开始了，头发问题解决了，他才可以尽快带着妻子离开此地。等等，江成宇，你干什么呢？老者一声吼，江成宇的手停下，爷爷，救我爷爷！苏木看到救星，两眼泪汪汪。苏木庆幸他家爷爷还健在江家还有说话的权利，不会放任他叔一手遮天。但苏木不知，江成宇若是铁了心做一件事，哪怕是天王老子都拦不住，何况只是他老子。一旁江总那能说会道的小媳妇开
开口了。他对突然出现打岔的公爹解释：“爸，我老公在给苏木做造型呢。”剃光头等于做造型。江成宇眸子灰暗的望了眼身边的小媳妇，亏他能说出来。江老出现，他挥手赶走了限制孙子行动的佣人，苏木得以解放。解放后的苏木呲溜一下，一溜烟的就吓跑了。江老看着并排的夫妻俩，又看了眼江成宇手中的剃头发的推子：“你们俩，爸，你做造型吗？商界帝王亲自上手，免费搭。”冉冉俏皮问道。江老哼一声，他脸蹲着，指着自己的头顶：“给我剃光头吗？”某人的小媳妇嘴巴又控制不住了，反正把头发都掉得差不多了，还不如直接整个光头，洗头还方便。屋子里的众人都傻眼了，难道冉冉不知道自己在作死吗？江成宇知道，他放下推子，牵着小媳妇的手立马躲走。在冉冉还懵懵的时候，接着客厅便传来噼里啪啦的声响，冉冉已经被她老公牵着手躲到卧室了。江成宇，爸因为我的话生气了吗？你真敢说？全家冉冉是第一个嘴欠说江老头秃的人。冉冉小表情皱在一起，忠言逆耳。我话虽然不好听，但我实诚。怎么，你还想让我夸你？冉冉撇嘴，夸一句也行，蹬鼻子上脸没关系，反正我们今天要走了。走出江家大门，外边就是天高海阔，我就是自由的小小鸟。我们搬走和你刚才对爸说的话有什么关系？冉冉嘿嘿笑道。当然有了，他生气但是管不着我。时间证明，江老生气还能管得了他。已经下午7点了，夫妻俩还在江家老宅。天越晚，冉冉心越不安，他不止一次的催江成宇，咱赶紧走吧。江老瞪着二儿媳，你们见过谁晚上搬家的？冉冉被瞪得害怕，他悄悄地朝成宇身边移了移，成宇嘴角微勾，他能感觉到身后仿佛藏了只小猫咪，东西早已准备好，现在就能离开。江老贼看不起浴室躲到男人身后的小人，有本事将下午说他头发秃的架势拿出来啊！现在死，呸！他看不起，今晚你们还就不能离开了？你不是还得给我头发做造型的吗？听此话，冉冉的心电图瞬间绷直，他哭唧唧的心想：完了完了，万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自己咋就记不住呢？成宇明里暗里护犊子，我手工费太高，爸，你消费不起。嘿，这话说的，江老更气了，不是说免费的吗？他万幸自己没心脏病，若是有，但今日这夫妻俩一人一句话，能把他气进 ICU。夫妻俩气他，那他也气回去。今天你们还就走不了了，管家锁门。他可知道这二人一个个的都着急离开这个家，既然如此，那就别怪他了。一边的管家提醒苏木去染发还没回来，那就给他留个后门，说曹操回。苏木发型回到本初，乌黑浓密的短发不羁的散在两边，确实比刚才一头褐发看起来顺眼多了。他进入家中，第一时间走到江成宇面前，毕恭毕敬的弯腰低头，请小叔叔检查。我染了3遍头发，根都是黑的，我看看。冉冉伸手打算去检查，苏木啪的一巴掌打掉冉冉的手背，让我叔看，你是我叔，我是你叔老婆，我看他看都一样。冉冉揉揉被打的手背，将手背递给成宇，小奶音撒娇告状，老公，你看都红了。成宇抓住妻子的软弱无骨的手背仔细看了看，接着他冷着眸子对侄子，和你婶婶道歉。苏木最后的倔强，我不，他活该，对，活该。江老在一边气呼呼的加了句，冉冉撅嘴，他也不顾手疼不疼了，当务之急是赶紧离开。江成宇，苏木的头发都检查过没问题，咱走吧。江成宇细听他对自己的称呼，又变成有名有姓的了，他心中不悦，爸说的有道理，晚上不适合搬家，一句话注定了冉冉要在江家多留宿一晚了。那一瞬间，他感觉自己的天仿佛塌了。夜晚，冉冉坐在沙发上，气得捶怀中的沙发靠背，眼看要走了，就因为嘴欠说了一句话得罪人，这下美了吧，害得自己走不了。他不知道，让他走不了的不是因为自己一句话，而是因为自己一个称呼问题。江成宇，明天一早咱就走好不好？我马上就要开学了，到时候我就没时间搬家了，看我心情。说完他就去洗澡了。不远处的卧室，苏木挤入父母主卧，妈，你给我说说你和冉冉之间的吵架打架都是怎么回事啊？说起这个，魏爱华对儿子那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半个小时的时间，他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全部告知儿子。知道真相后的苏木感叹了句造孽啊。苏木叭叭叭的说了半天，总结来说就是冉冉那种懒人，不会强把自己累成狗的头衔的。苏木，你怎么说妈的？照着儿子的话，那他就是累成狗的人了。昨晚我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哎，事情都发生了，还能怎么办？那个妈，时候不早了，你赶紧睡，我去找找他。亲妈误会人家那么多次，他想替母亲道个歉，以母亲的脾气让他道歉，他低不了头。回来这么晚了，你去找你小婶婶，你小叔该不高兴了。魏爱华提醒儿子。江苏木不怕出人命，离开母亲卧室去了小叔的卧室门口，他敲门，古冉冉，我知道你没睡。开门，沙发上躺着的少女坐起来，他扭头看了眼床上在阅读的男人，你衣服穿好，我去开门了。江成宇合上书籍，他舌头舔着后槽牙，现在越看侄子越不顺眼了。门打开，冉冉没好气的问，有事？废话，没事，我来找你干啥？他不客气的走进夫妻俩的婚房，忽然他看到沙发上的枕头和盖被，我靠！他看着沙发又看着卧室的大床躺着的男人，他声音飙高，你们俩一直分开睡的？冉冉抬手对他脑门就是一记拳头，声音小点会死啊！成宇掀开被子下床，是时候收拾侄子了。苏木来找冉冉道歉的事情抛到脑后，他惊讶的眼神在二人身上流转，我以为你早就成为我叔的女人了，原来你还是阿叔，叔饶命！成宇揪着苏木的耳朵，将他耳朵拧得发红，原来你婶还是什么？还是清纯小处女啊！叔，耳朵掉了，再说一遍，你婶还是什么？你又没碰她，她可不是黄花大闺女吗？江成宇这次更狠，他拧侄子的耳朵根，我再问一遍，她是什么？耳朵的疼痛传遍苏木浑身，他怎么回答小叔都不满意，于是求助一旁的好友，靠，古冉冉你别光看啊，快他妈救我！冉冉看丈夫欺负人，她嘴角都咧着，太惨了，苏木太悲惨了，我打不过我老公，丁，老公这个称呼再次上线。江成宇手劲松了松，他语气变缓问冉冉，你替他回答。这问把冉冉整懵了，苏木说的没错啊，我们结婚到现在毛线都没发生，我可不就是清纯少女黄花闺女？江总喉结滚动，他这是抱怨自己不睡他。江成宇的手松开侄子的耳朵，他走近妻子，冉冉吓得双手捂耳朵，你干嘛？他回答错了难道也要被揪耳朵？早知道他就不回答了。江成宇攥着妻子的小细胳膊，一个用力将她拉到怀中，一个公主抱赫然出现在苏木面前，
冉冉身子悬空起来的瞬间，他心吓得快跳出来。喂，你干嘛？江成宇抱着妻子走到床边，他掀开被子，将冉冉朝一边扔去。苏木惊得嘴巴张圆 ，OMG， 小叔要给他来现场直播了吗？太刺激了，太刺激了！冉冉内心慌的一批，他吓得坐起来。江成宇，咱约法3章在前哦，你别越剧。江成宇扭头望着还处在原地的侄子，你还打算看我和你婶婶接下来的内容？苏木捂住双眼，我不看，我不看。成宇看都不看侄子一眼，他低吼，滚！苏木吓得条件反射，甚至忘记救自己身处火热的同桌，他闭眼麻溜的逃出去。屋内夫妻俩对视，冉冉被人圈在床上，一动不敢动，他吞咽口水。江成宇，你要去睡沙发吗？江成宇凑近他，微暗的屋子灯光打在男人的脸颊，他的呼吸，冉冉甚至能感受到，他紧张的不敢眨眼，看着近在咫尺的脸，觉得我不碰你，难受了。新婚妻子竟然和自己的侄子同桌10年，而且两人还当着他的面举止亲密，这下可直接打翻了霸总的醋坛子。冉冉紧张的不敢眨眼，觉得我不碰你，难受了。冉冉无语，我难受个鬼。江成宇眼眸下移，看了眼发育良好的小姑娘，此处有800字，不让放出来，国主替你们看了哈。成宇威胁冉冉过来睡觉，不听话明天还留在这里，小人。冉冉控诉。江成宇挑眉，当惯了君子，当个小人感受一下也不错。他伸手拍拍自己左边的空位，明天走雨流，看你今晚表现。冉冉气鼓鼓的，太过分了。他站在原地思考了3分钟，最后没骨气的光脚走到床边，话我先说前边，不和你睡觉我一点都不难受。成宇看着妻子，眼中情愫不明，最后为了明天的自由，冉冉还是妥协。婚床冉冉这是第1次睡，也是婚后她首次和丈夫同床共枕，天知道她有多紧张。但结婚至今她第1次躺在这么舒服的大床，不一会儿她的呼吸均匀传来，月色已浓，窗外树影婆娑安宁静谧。室内成宇在冉冉睡着后又将台灯打开了一盏，他欣赏身边睡着的妻子，随即想到刚才那一吻，那是自己打着巧合的幌子故意给自己的福利，那种唇齿香味让他久不忘怀。翌日冉冉从床上醒来，她舒服的在床上伸懒腰，好久没这么舒服的睡过。她朝右侧翻身一滚，直接将自己滚到男人的怀中。她看着面前的一堵人墙，眼睛眨巴眨巴再眨巴。成宇道：眼睛不舒服还是不认得我了？闭眼。江成宇意外，自恋的男人闭眼，等着他期待的事情发生。冉冉安静了3秒，人呲溜一下从床上滚下去，像昨天江苏木逃跑的速度一般逃向卫浴。卫生间门啪叽关上，床上的男人眼睛缓缓睁开，脸上露出邪魅的笑容。原来让他闭眼不是为了给他晨间吻，是自己要逃走啊。他起床去到卫浴门口，快些洗漱，今日早点搬家。冉冉看着镜子中的自己，脸色红到耳朵根，他拍拍自己的脸，对镜中自己说道：古冉冉，你怎么能被他美色给骗了？长得帅了不起啊，好像真的了不起。呜呜，10分钟后他还在浴室踌躇，他实在不好意思出去面对成宇。成宇敲门，好了没？为了减少意外发生，你洗漱好我们直接走，不在家吃早餐，我带你去餐厅吃。好了。他打开水龙头，清水洗了下脸，便打开屋门。成宇见他脸上还滴着水珠，他走进卫浴，抽出一张擦脸巾，抬手为他擦去脸颊的水珠。冉冉受宠若惊，他内心狂吼，完了，江成宇一定是被小怪兽吃了，这个人一定是假的，这人这2日的变化太大，让他措手不及，无法应对。这还是之前捉弄他的丈夫吗？成宇看着妻子干净净的小脸，满意道：这次才好看。他牵着冉冉的手，走吧。当夫妻俩快走到门口时，江老的一声吼再次让2人顿住脚步。江苏木，你给我滚过来！接着冉冉和成宇的面前便感觉有一道黑影移动，紧接着黑影躲在了欲要离开的夫妻俩身后。冉冉人还处于傻愣状态，江成宇面色已黑，聪明如他，一件事便能断定今日许氏又离不开了。接着客厅中出现了江老，他提着自己的拐杖追着要去殴打孙子，脱孙子服。他那双不灵活的双腿原来还可以这般灵活。冉冉觉得迎面跑来的江老气势汹汹，来打他后方的江苏木，她担心误伤，于是寻求丈夫的庇佑。她小步子靠近丈夫，软声喊：老公。就是这软软的一声，再次叫入男人的心坎。成宇喉结滚动，他将妻子往后拉了拉，护着她。终于江老累得大喘气，指着成宇身后的孙子：你让开，我打死这孽孙。成宇牵着冉冉的手，带着他让出位置，让父亲揍侄子。江老倒不会真一棍子打在孙子身上，他也就做事吓唬孙子。他平复了一下火气，才对众人解释发生的事情。江苏木清早去找他要钱，他听了数额觉得太多了，于是不给。结果这逆孙用他最爱的青瓷瓶做威胁，若是不给就砸瓶子。江老看着自己的宝贝瓶子，瓶子放下，我给你1亿。江苏木得寸进尺，爷爷，1亿不够了，我要2亿。这可把江老气得够呛，他收拾不了孙子，青瓷瓶又在他的手中，江老只能短暂妥协。我给你瓶子，给爷爷放下。不可能，你让我抱走玩几天，钱到账我再还给你。说完，江苏木用食指顶着瓶子底部转圈圈，玩瓶子像玩篮球似的，可瓶子不是球。只听一道咔嚓声，让屋子陷入寂静。爷孙俩同时看着地上摔得稀巴烂的青瓷碎片，他心爱的瓷瓶，他收藏的老古董就这样没了。知道发生了什么后，还不等江成宇夫妻2人说话，接着楼上又有一道惨叫声：啊！江苏木，我钻石手链上的钻石呢？冉冉定眼一瞧，原本闪闪发亮、贵气逼人的钻石，此刻光秃秃的，只剩下空空的壳了。江苏木喉结滚动，卖钱了。江市长也拿着自己的碎了的水杯出现。江苏木，我杯子怎么碎了？我去偷我妈的手链，不小心碰到国家奖给你的荣誉水杯，然后就碎了。好家伙，江苏木短短1个早上将家里的人全都得罪了一个遍。江成宇和冉冉是因为他怕，所以不敢得罪。沙发上，江老、江市长、魏爱华坐成一排，看着蹲在地上双手抱头的江苏木。另一个沙发上坐着江成宇夫妻俩。江老说：成宇，你收拾他。江市长也不舍得揍儿子，因此他也想让弟弟摁着江苏木痛扁一顿。魏爱华更是直接说：成宇，你和小冉别走了，就在家里帮嫂子好好管教江苏木。听此言，冉冉瞬间腰背挺直，不让他走了，不行，大嫂，我老公房子都买好了，我们现在就
就要离开。说完，冉冉幼稚地拉着程宇的手，程宇在沙发上纹丝不动，任由他的大掌被女孩的小手拽着。江家人都心知肚明，搬走欲望最强烈的是冉冉，他想搬走的原因就是因为和魏爱华不和，而家中现在大家一致都想让江程宇留下。程宇就是如来佛，有他在江苏木这只泼猴翻不出风浪。若是放在以往，江苏木听闻让小叔管他早就一蹦3尺高了。今日他出奇的安静，好似他的最终目的就是如此。魏爱华为了让程宇和冉冉留下，他甚至对冉冉提出，我能不能单独和你谈谈？冉冉想也不想就拒绝，他不拽江程宇的手，盖儿坐在他身边，抱着他胳膊，不行，有话你明说，万一有误会，我老公还能替我解释。程宇今日嘴角的笑容颇多，他对自己的新称呼很是满意。魏爱华知晓这是他的反讽，他也确实做错了，你和程宇留在家里吧，帮我好好管教江苏木。之前的事情是大嫂做的不对，我对你道歉，以后我们和气相处。他话音落下，整个客厅都陷入安静，冉冉完全傻在原地。魏爱华那么高傲一个人对自己道歉，程宇心中的权衡已过，大嫂，我岳父岳母那件事呢？幸而有丈夫的提醒，冉冉眼底渐渐缓神，她眸子坚定地看着魏爱华，等她一个答复。魏爱华吞咽口水，我会亲自登门道歉。魏爱华也是为母亲，她为了儿子愿意低下颜面去对弟媳以及他的家人道歉。江苏木打碎青瓷瓶也好，偷他的钻石也罢，还是误伤丈夫的水杯，这些都是小事。大事是江苏木缺钱了，他身为江家独苗，家中的吃穿用度自然少不了他每个月的零花钱也是几十万几百万的给，买车买房也是走公司的账，根本花不了他的钱。可他还是缺钱了。魏爱华心中有了个可怕的想法，儿子沉迷赌博欠下了高利贷，还不起只能出此下策。一想到这，魏爱华吓得胆颤，必须有个人要管江苏木。在江家除了江程宇，剩下的谁也奈何不了他。魏爱华愿意为了儿子的未来委身挽留夫妻二人，他也愿意为了自己曾经的过错服下面子去道歉，他退不如此。冉冉若是再拒绝，就显得他不近人情了。他不知道该如何抉择。冉冉水雾眼眸看着丈夫，想让他给自己一个主意。程宇趁机诱导妻子，你和大嫂之间的矛盾已经解开，以后应该也不会吵架，而且大嫂愿意去对爸妈道歉，干脆我们不走了。冉冉眉头微皱，她捏着江程宇的手，可是我还想离开，家里有同龄人陪你玩，也有佣人照顾你一日三餐，出行有司机也方便。若是搬出去，我出差的话，家里就只有你一个人，而且搬出去住，爸妈就会担心你在江家过得不好，会问东问西，胡乱猜测。江老过了许久也沉声道，如果你不想和我们住在前院，后院有个空阁楼，你和程宇可以搬进去。都在劝说他留下来，冉冉坚定想走的心动摇了。江程宇以退为进来留下妻子，我们可以在这里住上几个月，住腻了我们就搬出去如何？这样决定的话倒也可以。冉冉点头，随即他又不放心问，你这次说话算话吗？程宇没有因为他的质问而生气，反而笑得温柔回答，算话。这次当着爸和大哥大嫂的面，我承诺你，若是你想走，我立马带着你离开。3次搬家均无果，冉冉彻底放弃了，或许命中注定不让他走吧。他也老老实实的将自己的行李打包放回了卧室，坐下叹气时，江苏木进入，古冉冉，感谢我吧，我冒着生命危险把你留了下来。冉冉眯眼，他这话怎么没听懂呢？江苏木，你别告诉我白天是你故意做的，就为了不让我搬家。对啊，你以为呢？我狮子大开口的去问我爷爷要2亿，把我妈价值100万的钻石手链钻石给扣了，难不成我缺钱啊？苏木越说他的脸越黑，古冉冉手握拳，他咬牙说道，江苏木，你再说一遍。苏木没眼力劲儿，他为了表示自己的仗义说道，我为了你故意打坏我爷爷的花瓶，你看我为了留下你付出了多少，你留在这里，如果我叔欺负你了，我好歹还能保护你。咚的一拳，苏木的脸感觉麻了，冉冉实在忍不住了，他一拳捶在苏木的嘴角，你大爷的，我 TM 谢谢你全家，就因为一个为他好，问都不问他想法就自作主张的让他留下。冉冉现在火已经顺着发根往外冒，苏木见他表情不对，再看他的手，好家伙，自己危在旦夕了。江市长书房，程宇玉要回去帮助冉冉收拾屋子，魏爱华忽然拦下他，将他带去了丈夫书房，里边还有江老。江老和江市长面部阴郁，魏爱华双眼满含担忧，程宇，我们开个小家庭会议。江程宇视线扫了一圈，发现没有古冉冉的背影，他皱眉，要么大嫂离场，要么我离开，要么是他们江家3人开会，要么他们夫妻俩同时离开。魏爱华敏锐地感受到程宇没有看到冉冉而心生不悦，他解释，不是大嫂没请冉冉，是因为她还是个小孩，和江苏木一样，我们的话不能让2个孩子知道，而且这是关苏木一辈子的事情，请你理解一下大嫂阿尔心。魏爱华言辞委婉，语气为善，让他拒绝不了，他最终放弃了让妻子参加的想法。那小妮子如果真谈论江苏木什么事，保不准他会去告密。一想到最后他们还是留下了，江程宇的嘴角微微上扬，他太软了，如果搬出去，这个软的娃娃以后晚上就不能拥抱。再者，程宇也想让冉冉和自己的家人好好相处，在家中将问题解决了再带他搬出去最好，而唯一一个他不愿留下的理由就是自己的侄子。不过相较之下，江苏木这个小虾米他倒不在意。江程宇的心情不错，他参加这次家庭会议时态度也和善了不少。魏爱华将自己心中担心的事情说了出来，苏木外出旅游了个把月，他回来就要钱偷钻石的，我真担心他在海外欠了一股的债，刚才我找银行打印了他的流水清单，发现他在澳门和拉斯维加斯都待过。说着，魏爱华将手中的银行账单拿出来让3个男人看。程宇接过魏爱华递过来的清单，随意扫了几眼便放下。江老和江市长却看得沉默，最高支出500万，零碎小交易最低的也是30万起步，这些全部加起来2000万的流水是肯定的，这对他已经是个不小的支出了。江老觉得事态严重，江市长觉得儿子入了歧途，魏爱华则认为儿子肯定是被身边的人给带坏的。只有程宇淡淡的说了句正常。江老抬起眼皮反问，这正常吗？江程宇目光长远，看待事物比江老开通，比江市长灵活，更比魏爱华的全面。江家做决策时多数都会参考江程宇的看法。
程宇云淡风轻地说：“我给江苏木100个胆子，他也不敢去沉迷赌博，还去欠下高利贷。魏爱华却不相信自己的儿子，我带着江苏木去玩过豪赌，给他了10亿让他玩，他都没兴趣。你们觉得这3两千万能满足他？”屋子的人被江成宇的话给惊到了。他什么时候带着江苏木去玩赌博了？在江苏木中学时刚有了自己的想法，对钱有了新的认识。江成宇为了锻炼侄子，碰巧一次他去赌城出差，于是便把侄子带走了。那一晚，江苏木看到满桌子的钱，他吓得一直牵着小叔的手。当江成宇大手一挥，直接豪气包了全场，桌子上的钱落成小山堆，准备和对方玩赌时，江苏木却拉着叔叔离开此地。那是他第一次不害怕小叔叔，而是义正言辞地教育叔叔，赌博是坏行为。后来江成宇推着侄子的后脑勺离开了赌场。此后不论多大的赌局，对江苏木而言，看都不看在眼中，更提不起兴趣。江成宇解释完，场内3人的惊讶如出一辙。大哥大嫂，苏木是你们儿子，教育的问题不能一直落在我身上，我以后也会有我自己的孩子，我们各自操心各自的孩子吧。说完这话，他起身离开了书房。江老在此话后，欣喜地看着魏爱华和大儿子。老二刚才说有自己的孩子，魏爱华眼睛快速眨动，面色羞耻地和公公及丈夫讨论弟弟和弟媳的夫妻生活。2个人要是正常的话，再过2、3个月，小冉差不多也该怀了。江老眼睛已经笑弯了，仿佛此刻已经是2、3个月后了。他满意的笑着说：“大师真不愧是大师，一句话就能断定我们江家的兴盛。”程宇回到卧室时，发现自己的侄子竟在他婚房。苏木肩膀耸着，头低着不敢抬起来。冉冉则气鼓鼓地坐在他日常睡觉的沙发上。冉冉见到江成宇回来，他火气又来了。他指着低头的江苏木对程宇告状：“江成宇，你快管管你侄子，今天这一切都是他故意的，你刚才喊我什么？”江成宇啊！低着头的苏木小声嘀咕：“我叔想让你喊他老公。”他说完，后脑勺又承受了来自冉冉的暴击。他也不管程宇是否在场，你给我闭嘴！要不是你，我现在都成自由自在小小鸟了。程宇挑眉：“哟，他还娶了个暴力小妻子呢，打人真不手软。”他走近，冉冉立于他身侧，小手自然而然地牵着他的手指，对他告状：“他今天干的坏事就为了不让我们搬家。”程宇在上午时已经猜测到侄子的用意，不过他不知道侄子为何不愿意让他离开。他看了眼小妻子，明白了，这哪是不想让他离开，这是他的去留随意。冉冉的留下，想到这一点，程宇的喉结滚动，滚去我书房。江苏木起身，低着头，灰溜溜地离开婚房。屋子里只有夫妻俩，一个为今晚将要拥有的福利而心情不错，一个气得撅嘴，嘴唇都能挂油瓶。程宇看着小妻子生气的模样，他含笑，抬手捏捏她的脸蛋，去把衣服整理好，都放在衣帽间。我们可能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我回来早就帮你一起收拾。若是回来晚，你就先上床睡觉，不用等我。冉冉皱起小眉头，她带着娇软语气问丈夫：“今晚我还要上床睡觉吗？都已经不需要搬家了，她也不需要被威胁了。”江成宇道：“不想和我睡。”胡冉冉诚实的点头：“和你睡不自在。昨晚我看你睡得挺香的，没感受到你有丝毫不自在。”冉冉想到昨晚就脸红。程宇交代完妻子，他就出门去自己的书房了。冉冉对他背影吐舌：“我就不和你睡。”程宇书房满屋子皆是暗色，走进去扑面而来的就是压力。刚才屋里你小婶婶的话，我需要一个解释。苏木抬头和小叔对视，程宇见到他嘴角的伤，眼皮跳动了，怪不得他刚才一直低着头，原来是脸上挂彩，凶手还是自己老婆。他尴尬的咳了一声，目测自己的小妻子下手还挺重的。解释理由能说得过去，我就不教训你了。叔，我不想让你们搬出去住，在老宅住，好歹我在。你欺负古冉冉，我能保护她，要是搬出去住，你对他霸王硬上弓，他才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江成宇按捺火气：“我欺负你婶婶什么？你昨晚挡着我面，你把他、你们那个什么。”胡冉冉绝对是拒绝的，你却非要那什么。说起昨晚，苏木一个大男孩都觉得不好意思。昨晚他离开后，越想越觉得对不起同桌。小叔让他滚，他老实巴交就滚了，放任同桌承受小叔叔的折磨。他觉得自己太不义气了，自己应该肩负救助同桌的重任。为了留下古冉冉和小叔叔，他才出此下策。不曾想自己又被揍了。程宇强调：“我和你婶婶是夫妻，发生什么再正常不过。我爸妈那样的才叫夫妻。你和古冉冉婚姻的不正常，你们自己知道。说句大逆的话，咱俩放在一块对比，古冉冉嫁给我都未必会嫁给你。”一句话彻底惹怒了江成宇，他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发出震耳之声。苏木吓得后腿：“叔，你现在蛮横的，我说个真话都不让了。你哪来的自信，觉得小冉会选择你不选择我？和我比，你哪来的优越感？你以为你的幼稚无聊会被小冉看在眼中？你以为你一头黄毛贴个假纹身，打个耳孔就是帅？没有我，你江家阔少的名号怎么来的？我不在，旁人谁会给你半分薄面？同样的年纪，我已经是公司的总裁了，你至今还是挥霍我挣的钱，你觉得他眼瞎了会看中你吗？”江苏木被说得哑口无言。同样20岁，小叔叔已经入职公司高层，参与公司的决策了，他还不靠谱的，至今未挣过一分。和他小叔比，他1没人家帅，2没人家有魅力，3没人家成功，4没人家有能力。他确实不能比，但是我3年级就认识古冉冉了，和他做同桌也算朝夕相处10年。我比你了解他，比你懂他，比你能让他开心快乐，而且我比小叔你年轻。他说到最后，越说声音越小。苏木的话，江成宇同样也一句都反驳不了，只怪事先没调查清楚，老婆竟然和侄子关系匪浅。江苏木，不管你如何说，现实摆在你眼前，也不管你们之前的关系如何，他现在是你小婶婶。倘若我再听说你和他关系不一般，别怪我断了你的一切经济来源。叔，你现在的行为和法西斯无疑。江成宇戏谑地哦了一声，这就法西斯了。我是多久没有收拾过你，以至于你都敢挑战你输了？苏木在面对给他投食的小叔叔时，不敢再驳他的话，只能自己忍着憋屈。程宇既已了解事情的全部经过，他让侄子滚回去了。苏木刚到门口时，江成宇喊停，等等，你嘴角的伤，一会儿你妈见了问你时，记得说是我打的。苏木伸手碰了碰嘴角，他疼得倒吸一口凉气。女人果然都是没有良心的，他为了古冉冉好，最后却反被打，气死他算了。主卧
没良心的小冉衣服都放入了江成宇的衣帽间，原来的衣帽间给人形象是严肃和板正，如今多了一个他，衣帽间瞬间充满了活力，搞定睡觉。冉冉拿着薄毯去了沙发上，他躺在熟悉的位置处蒙着被子，开始闭眸睡觉。江成宇回来时，沙发上凸起的一团让他太阳穴跳动，侄子的话在他耳边萦绕。哼，选一无是处的他，侄子出门远行一趟竟变得盲目自信了。他走过去，大力掀开妻子身上的毯子，他弯腰抱起呆住的少女往床边走去。江成宇，咱俩睡一张床不合适。冉冉企图和丈夫商量，和你丈夫躺一张床不合适，和谁躺一起合适？他把妻子蛮力塞入被窝，他则拿着手机给家中管家吩咐，来我卧室把沙发搬走。二少爷，为什么啊？管家问。江成宇看了眼被窝中探出小脑瓜的妻子，碍事。冉冉听到自己的床要被别人抬走了，他火大的一巴掌打在江成宇的肩膀上，你把我床抬走了，我睡哪？睡床。夫妻俩四目相对，两人心中都夹杂着邪火。不一会儿，管家真的叫来了几名佣人，当着冉冉的面将那辆长沙发抬走了。苏木也亲眼看着沙发的搬走，他暴吼：靠，我叔太不是东西了。生气了，突然开窍的霸总生气了，大侄子竟然为了留下自己的小娇妻把全家耍得团团转，还为了他第一次挑战自己的权威，这可把霸总气坏了。江成宇教训完苏木，立马叫来管家把沙发搬走。冉冉委屈的眼睛都红了。成宇意识到自己刚才冲动，他耐下性子和冉冉沟通，既然是夫妻，有些事情你需要尽早适应。冉冉撇着嘴，能不能适应点别的？我不想适应和你睡觉。不能，你不仅要适应和我同床共枕，还要适应和我一起生活。古冉冉，一辈子那么长，你既已经嫁给我，就要和我融为一体。有些事情即使现在不发生，未来早晚也会发生。我给你时间适应，不要想躲避，距离太近。他说话的热气都打在冉冉的鼻翼，他心脏不安的跳动。江成宇，我们有过约定，你不管我，我不管你。你如果真的那方面忍不住，我给你找啊！你打我！话没说完，迎头就是一个暴击。冉冉双手捂着脑门，看着栖身过来的男人，双眸皆是控诉。我不是击不可败的人，现在我宣布，之前的约定作废。江成宇又凑近了一步，冉冉此刻面红如血，浑身紧绷着一动不敢动。江成宇故意撩拨他，离江苏木远一点，别忘了你是他婶婶。我。冉冉嘴唇撅了一下，刚巧碰到了男人的。江成宇终于诱惑小妻子吻上了自己，他不给小妻子害羞时间，主动吻上她的娇软唇瓣。冉冉紧张的甚至忘记推开面前的男人。咚咚咚，卧室传来敲门声，冉冉立马清醒，推开面前的男人，小冉，你睡了没？冉冉此刻感激死魏爱华的及时到来，他若不来，今晚将演变成什么也不得而知。他不敢正眼和成宇对视，急忙跑着去开门。大嫂，你找我什么事儿？冉冉喊大嫂时，都带着深深的感谢。魏爱华想到明日自己要去古家登门道歉，为表诚意，他想找冉冉了解一下古家夫妇的爱好。小冉，你爸妈喜欢什么啊？或者有什么禁忌？冉冉见他态度真诚倒有些意外，我爸妈没有禁忌，大嫂能去做客，他们就很开心了。要不明天你和成宇陪我和你大哥一起去吧。冉冉听到江成宇这三个字，他面红尴尬。他明天可能有事吧？成宇不是在屋里，你去问问他呗。如果明天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就陪着你回一趟娘家。冉冉不好意思和男人开口，成宇也听得真切，他故意不回答，就为了等他小妻子来主动找他说话。大嫂，你先进屋。冉冉纠结地看了眼魏爱华，大嫂，你问他吧。魏爱华将夫妻俩的不自在收归眼底，他笑着说，夫妻俩说话怎么还不好意思了？魏爱华没有为难弟媳，成宇，你明天有事吗？有，明天如果小冉回娘家的话，我可以推了。冉冉的脸绯红，内心歪歪，大爷的，江成宇绝对中魔咒了。那就行，那明天上午我们一起去古家。魏爱华说完，他又忍不住地对小叔子说，成宇，大嫂能不能求你个事？苏木虽然做错了，你惩罚是对的，但是能不能下手轻点？他嘴角带着伤，这以后怎么见人啊？冉冉问号脸，江苏木脸上的伤不是我打的吗？他拉着魏爱华求证，大嫂，你说苏木脸上的伤谁打的？除了成宇还能有谁？下手也没个轻重，嘴唇都打肿了，丈夫在帮自己扛雷啊。大嫂，既然你们让我教育江苏木，你们就别插手我对他的管教，他是我侄子，我做的一切出发点是为他好，可是下手也有点太重。魏爱华慈母心说道。冉冉心虚的低着头，默默退到成宇身边。江成宇看着身边的女孩，突然心情极好，心情好了，别人对他提的意见他都会接受，那我下次注意，下手轻点。魏爱华感激的对小叔子说，教育苏木的事情辛苦你了，成宇，大哥大嫂就这一个儿子，你揍的时候掂量点，别揍废了。送走魏爱华，卧室中行凶的女孩不说话了。成宇俯视小妻子，以后注意点，打苏木的时候下手轻点，记住没？小冉乖巧听话回答，我记住了。卧室中已经没有能躺人的沙发，冉冉没有再矫情，她去了床上。江成宇洗漱出来时，床上鼓起的一小团已经睡着了，他笑着坐在床边，趁着女孩睡着，轻轻地吻了下她的唇瓣。翌日，冉冉正在睡梦中被丈夫叫醒，今天回你娘家，早早起来收拾一下，你和爸妈联系下，也告诉他们我们今天回的事情。冉冉从床上坐起来，独自发呆。江成宇又说，我去趟公司把工作安排一下，10点的时候回来接你。床上的女人闭着眼，点头敷衍，态度明显。江成宇见他的困样，他也不忍心叫醒妻子，反正还有时间。路上成宇和岳父岳母联系约定了时间，小冉则抱着被子继续睡。清早赖床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赖床没多久，人又被江苏木给聒噪醒，他气得想捶爆苏木的头，大清早跑来给我聒噪醒，昨晚是不是没把你打够？江家客厅从未有过如此热闹，冉冉追着苏木捶他，苏木则在前面逃。江老看了哈哈笑，自从他的青瓷瓶被苏木这孽孙打碎后，现在谁揍苏木他喜欢谁。不到10点，江成宇车子出现在家门口，江老见到二儿子回来，他心情愉悦的招招手，快过来坐，刚才你媳妇可真是给我狠狠的出了一口恶气。江成宇坐在妻子身侧，望着气鼓鼓的小
妻子笑问：“你又办什么事儿了？”冉冉指着挨揍的苏木对丈夫小软硬告状：“我在睡觉，他给我叫醒了，然后你就把他揍了。”冉冉点头：“咱爸给我提供的武器，揍人咱爸也有份儿。”江老笑眯眯地拿起自己的拐杖，十分骄傲地说：“武器是我提供的，打人也有我功劳。”江成宇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爸貌似有些幼稚。时间到点了，冉冉兴奋地早早上了车，等着丈夫发车。后方江市长的车中钻入了一只跟屁虫儿子，苏木脸上顶着伤，也没皮没脸地跟上了。到了谷家，谷父谷母的热情超出魏爱华的设想，他想道歉的话到了口边都不知道该如何说出去。上次你们去江家找小冉，我的态度，嗨，冉冉都和我们说过了，他那天贪玩跑出去玩了，以至于我们没见到。谷母笑着将魏爱华的话接下，冉冉还小，嫁给程宇我和他爸是吃不下睡不着，就担心他在江家闯祸。不过幸好有你这个大嫂在旁边处处引导他，才让他少做许多错事。这一切冉冉都告诉我们了，也因为有了你的帮助，我和他爸才能睡个安稳觉。最近我们计划着找个时间登门感谢你，结果你们先来了。魏爱华惊讶，小冉竟然这样告诉你们，他在江家的委屈竟然没给娘家人告状，自己一个人咽下，转身却在给他们发好人卡。谷父谷母见到苏木很是惊喜，苏木，原来你是程宇的侄子啊。苏木带着自己的亲嘴窝点头，是啊，叔叔阿姨。他故意仰着脸让谷家夫妻看他嘴角的伤，谷家夫妇对视，眼神的尴尬只有两人懂。瞧吧，你闺女又揍苏木了。苏木和谷家夫妇相熟，这让大家疑惑，他和冉冉到底是什么关系？连父母都见过面。江成宇是最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于是他问谷父：“爸，你们和苏木认识？”“认识啊，寒暑假的时候他经常跑过来找冉冉玩，从小到大每次寒暑假都能见到。”江成宇眸子暗下眯眼，侄子和妻子的关系不一般啊。苏木平时也会来找冉冉玩吗？谷母细想，这俩孩子的感情不错，有时周末也会出去玩。江成宇更加笃定这二人关系不一般了。他望着一直坐在他身边的女孩，同样冉冉也扭头和丈夫视线对视，她胸腔发出一番冷笑，加上她冷霜无情的眼神，让一边的女孩莫名有些害怕。还没有人能一个眼神吓退她。江成宇是第一个，他水灵灵的眸子快速眨了两下：“老公，你咋了？回去跟我去书房。”冉冉咬舌，未做错事心谦虚。在谷家吃了午饭，魏爱华借口丈夫的公事繁忙便离开了。冉冉不想离开这么早，她借口在家收拾几件衣服，明天自己回去。程宇知道她在逃避，于是他互动留下说：“我陪你收拾。”到了小冉房间，程宇就忍不住的发问：“你和苏木到底什么关系？同桌关系啊？”男人眯眼，同桌关系会上升到见父母的地步。冉冉一想到答应过苏木，不对江家人说起他当年压迫他的事情，自认找了个不错的借口，那是因为我们经常出门玩，然后一来二去的，他和我爸妈就熟了。玩，你们都玩些什么？冉冉拿自己和闺蜜常干的事说了出来，看电影喝奶茶，一起逛街搜罗美食，还一起出门旅游。你们两个还一起出门旅游？江成宇不淡定了，怎么住的？住一起啊？啊，不对，分开住，分开住。冉冉还以为自己在说和闺蜜的事情，忽然才发现对象是苏木，那自然是不能睡一块的。江成宇脸色一黑，小冉，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男女朋友能做的，他们都做了，还敢说是普通朋友？冉冉每当说谎时，就不敢看对方的视线，她视线躲避丈夫，就真的普通朋友。程宇在妻子这里是什么都问不出来了，他将目标打在侄子身上，5分钟收拾时间，我在楼下等你。程宇冷着脸给妻子下了命令，他语气不善带着刺。他离开后，冉冉的心才归于平静，吓死我了。回家的路上，程宇一直黑着脸，冉冉也不敢说话。到家后，江成宇就对沙发上躺着逍遥快活的侄子吩咐：“滚去我书房。”叔，我又咋了？书房内，苏木规规矩矩地站在程宇面前，等着他批判：“你和冉冉到底什么关系？”苏木内心歪歪，我是他小弟，这话说出去太丢面了，千万不能让小叔知道，就同桌朋友关系啊。很好，又是这样应付自己。程宇眯眼，你们是不是有过一段情？啥玩意？苏木惊得目瞪口呆，他和冉冉有一段情，靠，他欠命啊！喜欢霸王龙，自己这次仗义救了冉冉，可没说仗义就是爱情啊，也可以是兄弟情。叔，谁说的？程宇炸话，他答道：“你觉得这件事除了他，还有谁会告诉我？”苏木内心，冉冉真有你的，拒绝我叔就拒绝，凭什么拉我当你前男友？怪不得小叔刚才回家一身怒气，原来是求爱不得啊！啧，也不知道冉冉有啥本事能得我小叔青睐。苏木的内心世界丰富多彩。江成宇又道：“回答我。”苏木自作聪明的想，算了，再救他一次吧。啊，对，我和他确实有过一段感情。苏木大方承认这段情，可他刚回答完这句话，他就感到周身的气压骤降。他弱弱抬眸，看了眼在椅子上坐着的男人，眼神似能射出寒刃。苏木吓得想跪在地上求小叔饶他一命。椅子上的男人运筹帷幄惯了，忽然得知妻子和侄子竟然是前任关系，这件事一下子冲破了他的掌控范围内，自己娶回来的竟然和他唯一的侄子有感情纠葛。怪不得从苏木回来，他就一直开心的在笑，怪不得他们刚相见就一起跑出去嬉笑，怪不得苏木使尽力气也要留下冉冉在江家老宅，原来两人竟然是这种关系。他呼出一口气，滚！苏木立马跑，妈呀，小叔太恐怖了。这时冉冉打开他卧室的门，看着担惊受怕的苏木，小声喊他：“这儿！”苏木闻声立马朝冉冉出去，你奶奶个腿！为什么你说谎不提前和我商量就告诉我说啊？冉冉将他拉入卧室，上午你叔逼我的急，来不及商量。江苏木，你们刚才说的什么啊？我叔对峙。卧室门忽然打开，程宇见到在他婚房独处的二人，再看二人相拉的手，他拳头握紧。苏木见势不对，话不说完立马逃窜。依照现在的关系，他是冉冉的前男友，而冉冉又是他小叔叔的媳妇，那他不就是小叔叔的情敌了吗？更可怕的是，小叔叔是他最害怕的人。完蛋了，他不止一次的骂冉冉不靠谱。江成宇黑着脸，关门声都异常的大，吓得冉冉一哆嗦。冉冉，你当初为什么答应嫁给我？这是婚后二人第二次讨论这个话题，第一次不欢而散，第二次江成宇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冉冉想到和江老的约定，他摇摇头，倔强的不说。他答应你的什么，我可以同样做到，并且做得比他还好。婚姻事关我们两人一辈子，我希望你能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冉冉咬着舌尖，做人不能言而无信，我答应过爸不能告诉你，我不能中途背弃他。你应该还听说过一句话，做人要识时务者。江家现在的形势，听我的话得到的好处要比他能给你的多。冉冉面对忽然认真起来的丈夫，她觉得江成宇这些日子变化仿佛是过山车忽上忽下，让她捉摸不透。程宇又问一遍，他用什么威胁你的？你知道？冉冉震惊，程宇靠猜，
你家公司现在是江成宇自己猜到的，不是他说出来的。冉冉没了罪恶感，他点头，你爸去我家对我提亲，非要我嫁给你，如果我不嫁，就要像当初盛极一时的魏家一样。我没办法，我下边还有弟弟在外留学，而且古氏集团是我爸妈20多年的心血，我就答应了。真相与成宇所猜无二，他魏延二话转身离开家。他对蛮横的江老火大，自己娶了侄子的女朋友，他偏偏对这个女孩身上的味道上瘾，还萌生出和他凑合过日子的想法。现实太可笑了，他对婚姻大事从不上心，娶了就娶了。冉冉这个女孩他不厌恶，长得也和他胃口。既然如此，那就试着处一下过日子。如果早3天他知道苏木和妻子是一对情人，他一定不会像现在这样纠结。可现在他无法把冉冉送到侄子处。当初一语成谶，父亲让他娶冉冉时，他听到年纪后竟说送给苏木。现在他一想到自己的娇小老婆和侄子发生亲密的事情，手中的高脚杯愣是被他徒手捏断。不知不觉他在叶南别墅待了一下午。冉冉在家，他拿着手机在屋子踱步。江成宇今晚到底回不回来了？连个信儿都没有，一直到12点，困得睁不开眼。他给江成宇打了个电话，你今晚还回来不回来啊？我等你都等得困死了，你不回来我就锁门睡觉了。他语气带着软糯，还夹杂乏意，和他通话时还带着微微的撒娇。成宇从沙发上坐起，你一直在等我啊？不等你我等谁啊？为什么等我？冉冉困得快没了意识，他小声浓语，如果你没回来我就把门锁上。老公，你赶紧回来吧，我好困，睡着了，你回来把门锁上，我不等你了。接着电话那边什么都听不到了。江成宇看着旁边散落的玻璃碎渣，听着手机那端的无声通话，他犹豫了3秒，起身拿着车钥匙往家回。他到家时已经凌晨1点了，他的婚房屋门果然未上锁，床上的女人趴在床边，一边的手机还显示在通话中。江成宇挂掉他手机的通话，坐在他身边。冉冉翻身，眼皮微抬，看到他回来了，安心的又翻了个身。老公，赶紧睡觉。江成宇见到他说完这句话又睡着了，他心中一时错综复杂。翌日，冉冉睡醒，床边已经没有人了。冉冉呆呆的挠头，昨晚他几点回来的？他困得都失忆了。走出房间，就听到苏木的一声吼，我小叔是个变态，我不去。我钢铁男人从未受过如此屈辱。魏爱华眼神为难，可是你叔都帮你找好老师了。苏木在屋子跳起来，他找让他媳妇学去，我不去。今天我就是死在家里，我都不会去学。冉冉一脸懵，狗子咬你尾巴了。一大早嗷嗷的叫个不停。苏木见到罪魁祸首，他指着冉冉，就是你做的好事，这下美了吧？我叔开始收拾我了。冉冉表情疑惑，我砸你了？魏爱华一旁解释，早上成宇出门前对我说他给苏木报了个兴趣班，了解后才知道那是个学跳舞的。妈，说清楚一点，那叫跳拉丁舞。冉冉上下打量1米8的苏木去跳拉丁舞，他没忍住笑了起来。苏木指着没良心的女人，你还笑？要不是因为你，我至于吗？冉冉无辜，与他何干？苏木将他拽走，到了外边的草坪上，他才说昨日发生的事情。你告诉我叔，我是你前男友，我眼瞎啊，看上你做前男友，说出去谁信？真的，我叔真这样对我说，然后我就承认了咱俩有一段情。冉冉细想昨日事情，他摇头，甚至发誓，我发誓我如果说过这样的话，我一辈子当你小弟。靠，这种毒誓你都敢发？那你昨天对我叔说的什么？冉冉仔细回忆，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苏木愣头青，他同样疑惑的挠挠头，对啊，这听起来也没猫腻啊。冉冉点头，可不是吗？听起来完全没问题。可你叔为什么会突然这样对你说？片上苏木长哦一声，我懂了，我叔故意炸我，他觉得咱俩有奸情。滚犊子，我眼瞎看上你，我也觉得我眼不瞎啊，怎么会看上你？我叔怎么想的？两人找到症结所在后，一瞬间就戳穿了谎言。苏木寄希望于冉冉，看在我伺候你10年的份上，帮我和我叔解释一下误会，让我的拉丁舞免了吧。冉冉眼珠子转动，他一肚子坏水，这个再说吧。下午苏木被管家强制送到了拉丁舞社，冉冉正愁无趣呢，他跟过去看苏木学习，一个教室20位同学，19个女的一个男的，别人下腰轻而易举，到了苏木，冉冉站在教室外都能听到里边的吼叫，疼疼，腰折了，骨头断了，疼啊！里边的苏木疼得浑身出汗，外边的冉冉哈哈大笑。下午江成宇下班归家，江家老宅的屋檐下并肩坐着一对璧人，这在江成宇的眼中仿佛是讽刺。只见冉冉和苏木两人坐一块避太阳，二人手中都拿着一个冰激凌在吃。苏木察觉不到杀气，他对古冉冉说，我请你吃冰激凌了，你事儿得帮我办成啊，他要是不听我的咋办？你现在是他喜欢的女人，稍微使点美人计，我叔对你言听计从。冉冉嘴角抽搐，江成宇喜欢他，这是他今年听到最大的笑话。我叔如果对你没意思，他绝不会娶你，你就没想过他也是被你爷爷威胁和我结婚的？苏木大言说道。这个世界上能威胁我叔的人还没出生呢。冉冉撇嘴，显然不信苏木的话，他继续吃了口自己的冰激凌，我答应帮你说，但是不对你保证能做到。成，两人坐下，一则协议达成。接着程宇阴沉着脸下车，两人同动作的仰头看下车的男人，坐在这里干什么？冉冉道，等你下班。苏木说，陪他等你下班。程宇弯腰拽起地上坐的女孩，夺走她手中的冰激凌，直接扔到垃圾桶中。他刚才可是听到两人的谈话，这个冰激凌是侄子为他买的。江成宇吃醋，冰激凌遭殃。冉冉生气，将苏木锁，回到卧室。冉冉蹲着小脸，眼中燃烧着一簇小火苗。江成宇，你陪我冰激凌。程宇拿着手机给助理的电话拨过去，买一个冰激凌送过来。助理经总裁要吃冰激凌，他斗胆问了一句，总裁您要什么口味的？江成宇皱眉，冰激凌还分口味？他瞥了眼还在生他气的妻子，冰激凌都有那些口味，全买了送过来。冉冉鼓嘴看着丈夫，你为啥扔了我冰激凌又愿意给我买新的呢？那个冰激凌我看着碍眼。程宇走近一步，伸手点点妻子的脑袋瓜，对他再次强调，离苏木远一点，你是他婶婶。知道了，知道你还吃他给你买的冰激凌。程宇可算是问到点子上了。冉冉傻乎乎软声道，以前我也经常吃他买的冰激凌啊，你还敢和我提以前？江成宇捏着他的脸颊，谁是你老公？你。冉冉上手拍打自己脸上的手掌，江成宇，你家暴我。
程宇喉结滚动，手渐渐松了。他指着藏起来的小妻子警告：“不许花其他男人的钱。”说完，掏出一张银行卡放在茶几上：“这是给你的零花钱，1个月500万，不够再问我要。若是我再发现你花其他男人的钱，我饶不了你。”小冉怕咧咧的点头，不过他并未动桌子上的那个银行卡。不一会儿，助理送来了一箱冰激凌。冉冉见到里边的10几种口味，瞬间喜上眉梢，扔一个冰激凌换一箱冰激凌，值了。他立马取出一个吃了起来。江成宇见到已经吃起来的妻子，嘴角都是奶油，抽出桌子上的纸巾在他嘴角擦拭，像个孩子似的，吃的哪儿都是。冉冉眼神凶巴巴的瞪了他一眼：“不要你管我。”程宇没回他，总归妻子嘴中吃的是自己买的冰激凌，他看着顺眼多了。一旁的助理早已被眼前的一幕震惊到了。总裁娶了个小孩当夫人，他良心吗？总裁亲自给夫人擦嘴，他洁癖吗？总裁被夫人嚷嚷也不敢还嘴，他脾气呢？天啊，雷来一刀劈死他吧！冉冉和丈夫赌气，她一边吃着冰激凌，一边抱着箱子起身离开。离开客厅的冉冉化身分享小达人，她抱着冰激凌到处在分，就连平时不吃冰的姜老都拗不过冉冉的热情。分了一圈后，家中的佣人都人手一个，江成宇却没有。回到卧室，他问：“我的呢？你的我替你吃了。”冉冉吃过一份觉得不过瘾，于是果断地将丈夫的冰激凌给吃了，美其名曰男人吃冰激凌太娘。程宇望着小娇妻喉结滚动：“那我吃什么？你不吃呗？”冉冉牙齿咬着自己的嘴唇，心虚虚的。程宇走近她：“我买的不吃一口不就太亏了？”说完，他低头擒住女孩的唇瓣。刚过门的小妻子和自己侄子同桌10年，男女朋友之间能做的事情也都做了遍，而且还早就见过家长，这让突然心动的霸总如何接受？于是他折磨1米8的侄子天天去跳舞，就连侄子买的冰淇淋都得跟着遭殃。冉冉惊愕：吃他一个冰激凌，他亲自己干什么？江成宇此刻沉醉的忘却了他曾是侄子的前女友。忽然冉冉口袋中的手机响了，铃声彻底叫醒二人。冉冉无神的眼睛瞬间恢复清醒，他拿起手机看到来电人是好友苏小沫，他走到窗户边稳定自己的呼吸。电话那头苏小沫激动地说：“冉冉，有大喜事。”“我身上能发生什么大喜事？你忘了你上次来找我说转专业的事情，我让我哥帮你去办了，现在办成了，开学后你和我就是同班同学了。”提起这件事，冉冉差点忘了，他被逼婚，被江成宇威胁，一气之下竟然决定学商，还雄心壮志的打算以后收购江氏集团。现在竟然出了结果，真的吗？我转商学院成功了？是啊，成功了，我特意让我哥给我们调在了一个班级，江苏木我们3个以后又要一起上课了。冉冉只顾着自己在兴奋了，丝毫没有留意到沙发上的男人，面孔渐渐转黑。程宇对他刚才的话听得清楚，转到商学院，为了和江苏木一个专业，因为和苏木一般他竟这么开心，妻子和侄子的旧情还在，这让程宇头疼。刚才的吻仿佛是耳光打在他脸上，他看着窗户边在嬉笑打电话的妻子，直到他通话结束，冉冉放下手机转身时和丈夫的视线突然对上，他脑海一下子涌现刚才的一幕，他咬着下唇一言不发，远离程宇后撒丫子的跑开。江成宇不难猜测，妻子要去告诉江苏木这个好消息，他坐在沙发上细算接下来该如何搬走，这是程宇能想到最快的办法，杜绝二人见面。同时他给学校施压，压着冉冉的学籍不让他转专业，只要时间一长，二人的感情自然会变淡。如若放任两人常住一起，这两人会如何发展一切都未可知，毕竟都只是20岁的学生，年轻气盛，做事冲动，不计后果，不顾颜面，他必须把这一切都扼杀在萌芽期。苏木卧室里见到来人，他立马从床上坐起来，期待地问：“怎么样？成了吗？”“成了。”冉冉欣喜的鼓掌。苏木双手握拳抬起做加油状：“漂亮，拉丁舞真不是人学的，一天下来我腰都扭不了。”冉冉忽地顿住：“那个江苏木，我成了，你没成？”苏木黑人问号脸：“什么玩意？我转专业了，商学院大2、3班。”苏木微笑脸：“我躲不开你了是吗？”冉冉抿不住的笑意，他走过去拍拍苏木的肩膀：“我会继续罩着你，毕竟是当你婶婶的。”“我呸！胡冉冉，你得寸进尺，我伺候你10年，你还让我伺候你3年。”冉冉扬眉坏笑：“10年都过来了，3年还怕啥？”喜讯告知后，冉冉对苏木的反应十分满意，他哼着小曲回了卧室。程宇已洗漱完毕，正要出门时见到哼曲的他面色一沉，很开心。回答完，他拿着睡衣去了浴室。他的好心情持续到晚上，睡前他还抱着手机给苏小沫发语音：“你不知道江苏木知道我要和他一班后，整个人都傻了。”程宇在他身旁坐着，他看到冉冉发完语音后瞬间索然无味，接着冉冉又发了个语音，江苏木觉得他逃不掉，哈哈哈。笑声过后，他手机忽然被夺走。冉冉看着空空的手心，江成宇，你干嘛？夺我冰激凌还要夺我手机？程宇将手机放在背后，他忍着心中的醋火，尽量让自己语气温柔：“搬家吗？不搬。”他正火大呢，现在和他说搬家，自然不搬。程宇望着身边女孩，思虑良久，说出自己酝酿已久的话语：“叶南别墅住不住？”曾经他说过，能住进叶南别墅的女人才是他认可的人，可被邀请的人想也不想就拒绝，不住。程宇眼眸此刻带着寒气。冉冉不知道叶南别墅对江成宇意味着什么，更不知道叶南别墅是他从小独自长大的地方。他只是觉得这个名字有些耳熟，好像曾经听过一般。程宇呼吸加粗，他拿身边女孩无奈，起身下床离开。冉冉不管丈夫的去向，她趴在床边拿起刚才被夺走的手机，继续和小沫聊天。一夜程宇没有出现，翌日去吃饭时，魏爱华问他：“小冉，程宇呢？”“我也不知道呀，清早起来就不见人影。”冉冉坐在餐桌上准备用餐，同样没有出现在餐桌上的还有苏木，他一大早就没影了。“大嫂，江苏木呢？”“逃了，因为不想学习拉丁舞，全家求人无望，他只好半夜打包行李逃离江家。”9月开学日，冉冉准备好自己的物品，背着书包就出门。餐厅里苏木也被抓回来了。听说他离开的第2天，江成宇就根据消费记录找到了他的位置，他命人将苏木押到舞蹈社让他学习。这些日子，苏木的骨头像是被打断又重新接上的一样疼。冉冉看不下去，他有一次对江成宇说情，怎料男人冷傲回他了一句：“再多一句嘴，你跟他一起学跳舞。”冉冉吓得再也不多嘴了。终于开学了，这意味着苏木白天是安全的，可江成宇变态的将他的
的拉丁舞课程从白班换成了夜班。得知这件事后，苏木对人世间生无可恋，仿佛他分分钟就要剃头出家当和尚。开学这天，冉冉带着自己的证明去了教务处开始转专业，苏小沫亲自陪着冉冉去办理手续。苏木也见到了苏小沫，三人一见面，苏小沫和冉冉就开始坏笑。白天鹅练得如何了？苏木咬牙切齿。苏小沫，胡冉冉，我 TM 上辈子欠你俩的。冉冉要转专业，苏木要转班逃离魔鬼，可最后到了教务处，老师却告诉二人，你们两个一个不能转专业，一个不能转班。三人几番询问才搞明白，原来是江成宇作为学校最大股东，亲自找校领导吃饭时特别交代的，也表明了江苏木的身份。校长惊讶的敬酒的杯子都没端稳，回来后校长立马根据江成宇的话对江苏木和古冉冉的学籍做了调整。苏木开始觉得不好了，他看向冉冉，正准备问他是不是小叔叔做的手脚时，他发现冉冉稚嫩的小脸上带眉紧皱。冉冉问教务处的老师，我的转院证明是不是也是江成宇半路拦下的？教务处的老师点头，他们也很疑惑，江苏木是江成宇的侄子就算了，禁止转班转专业他们理解，但是古冉冉一个普通的学生，他又为何多此一举的管理呢？不知道冉冉的身份，因此对他并未有过多的尊敬。冉冉用力将自己手中的资料拍在桌子上，转身离开了教务处。他一大早兴致勃勃地来到学校，期待新生开学，见到老友兴奋不已。到了后发现一切都是假的，美梦被江成宇给打碎了。他自然要去江氏集团找江成宇理论，实在不行和他打一架也解气。苏小沫没有追上冉冉，拉着江苏木要跟上他，跟什么跟？他去找我叔算账了，真怕他的火爆脾气和我叔打起来，也不知道他俩谁能厉害一点。苏木在后吊儿郎当地说。在二人离去后，教务处的老师们议论纷纷，估计江家少爷和校花谈恋爱，被江总知道，他认为冉冉配不上江苏木，于是棒打鸳鸯，不让这二人在一个班读书。另一个老师疑惑了，真的吗？校花是谁？说话的老师将手机拿过来递给问话的老师看，只见网页榜首的图片不是古冉冉是谁？她不是特别惊艳的那种，但是十分耐看的人。古冉冉荣获榜1，男女的投票比例持衡，她是实至名归的榜1。看过她的图片和票数后，周围的老师说，我说的这同学长得挺漂亮的，原来是和江少爷谈恋爱了，可惜啊，没福气。江家看不上她，众人议论纷纷。冉冉已经坐出租车到了江氏集团楼下，她一进门就横冲直撞的跑去前台问江成宇办公室在几楼？女士，你有预约吗？没有。那很抱歉女士，您没有预约不能见总裁。冉冉拿出手机，我现在预约。响铃3声后，江成宇的声音响起，喂，有事？冉冉咬牙，老公，我要见你需要预约，现在咱俩约个时间呗。我在楼下大堂。江成宇抬起手腕看了眼手表上的时间，今日是他开学的日子，看来他已经都知道了。我在忙，有事晚会上回家说。回家？老公，你细数你几天不着家了？回家我能逮到你的人吗？江成宇沉着眼眸，我答应你今晚回家。不行，我现在就要见到你。冉冉霸气的在大厅对着手机冲江成宇吼。说完他挂了电话。经过一番周折，总裁办公室的门哗啦一下子被脚踢开了，接着就是刺耳的一声，江成宇，你几个意思？我转个专业碍你什么事了？管天管地你还想管我身上？你算哪门子监护人？你是我爹还是我妈？偌大公司不够你忙的，你闲得去插手我的事？你神经不神经？办公室外工作的众人也傻眼了，这个女孩骂他们总裁，是觉得世间没有留恋的想早死吗？办公室内江成宇黑着脸，骂够了吗？没有，你不想听骂啊，我就骂了。你是不是闲得手痒啊？我去商学院碍你什么事了？花你钱还是用你人脉了？我嫁给你，我连自己想学的专业都不能学吗？要是这样，咱俩的日子就没法过了。江成宇喉结滚动，即使他现在正火滔天，他却强忍着。冉冉的脾气控制不住，嘴巴像个机关枪似的，哒哒哒的冲江成宇开枪。您老一把年纪，能不能别搞霸权主义？你有钱有权，你就想插手我的一切，你能不能别这么霸道？成宇闭眼。果然，刚才他还是把某小然想得太善良了。继续骂，我看你还能说出什么？我就不骂了，我气死你！冉冉呛回去，那该我说了，如果你转专业是因为真的热爱这个专业，我支持你，愿意给你一切帮助。但你若是为了和苏木谈恋爱，在我眼皮子底下眉来眼去，我警告你，转专业是小，转校也有可能。若是你和江苏木再过分，我带着你移民，嫁给我就要守妇道。你和我是夫妻，别管你和江苏木以前有什么，那都是以前。现在你户口本上配偶的名字写的是我。冉冉被说的一愣一愣的，你说我不守妇道，我和江苏木谈恋爱，你脑子是屎个浪吧才会说出这些话？成宇愣住了，冉冉飙了，我要是和江苏木谈恋爱，我还会嫁给你。车荒，你能不能找个像样的借口？劣质的如同你这个人。成宇没有女孩这般冲动，他耐着性子忍着说，你和江苏木出去看电影、喝奶茶、逛街旅游，难道你们不是情侣？苏木见过你父母，难道你们没有许过一生？苏木亲口承认你们有一段感情，难道这是假的？说我虚假？古冉冉，你何时真过？一边和苏木藕断丝连，在我眼皮子底下和他嬉笑打闹，一边又吊着我，半夜给我打电话喊我回家，给我撒娇喊老公。女人是不是都和你这般虚伪，口不对心？再次冉冉蒙圈了。江成宇，你认为我和江苏木是前任男女朋友吗？难道不是吗？所以你不让我转院，不让江苏木转班，就是因为不想让我们旧情复燃。江成宇看着冉冉的眼神变得深邃，你们会旧情复燃吗？我复燃你个头啊，都没点燃怎么复燃？你的脑子是如何管理这么大的集团的？还商界帝王？我呸！绝号，江苏木是我小跟班，我怎么可能会和自己的小弟产生感情？疯了，真的是。冉冉手拍额头，他无语泪奔，搞了半天误会在这里，他就只能暂时先对不起江苏木了。成宇听了冉冉的话皱眉，侄子是小弟小跟班，他们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冉冉冷静下来，他开始按照时间顺序给江成宇捋从小学到高中一件一件。江成宇眼皮微压，如果真是如此，那他一开始就误会了。苏木为何打碎爸的古董，摘了他妈的钻石，冒着被打的风险也要把你留下？他自作聪明，以为你晚上会对我禽兽，毕竟10年的友情在，他不会对我的人身安危置之不理。在家起码我呼救，他能救我。成宇喉结滚动，他为何会承认你们有一段情？那是因为他的胡乱猜测，他以为你对我有那方面的意思。我对你没意思，我拒绝你是拿他当的挡箭牌。江苏木以为是这样，他就承认了，丝毫不知道这是你给他挖的坑。江成宇生平第一次误会，竟然还这样大。他终于解开了误会，江成宇的心
心中阴霾尽扫，露出了艳阳天。冉冉也没想到竟然是误会，他气得小暴脾气，直接上手捶了一拳江成宇，让你有话不对我说出口，自己胡乱猜测，误会了吧？你气死我了！江成宇受了妻子一个暴击，他未言二话，走到办公桌前，拿起桌上的手机给学校的领导打电话，交代把他转去上2、3班。冉冉看着秒变的男人，他眨眨眼，甚是意外。校长又问了句：“江总，江少爷要闹着转班怎么办？”他的赵九哪儿都不许去，就在3班继续伺候他婶婶。校长冒昧地问：“他的婶婶是？”我夫人谷冉冉。说完，他挂了电话，留下办公室惊掉下巴的校长，以及在他身旁惊得嘴巴合不拢的冉冉。你干嘛承认我和你的关系？我对你道歉，误会你的事情是我错了。冉冉看到江成宇认错态度良好，让他生不起气来。那你也不能对校长说我和你的夫妻关系，我会被学校议论死的。而且我刚当上学校的校花，我不想当有夫之妇的校花。江成宇眯眼上下打量小妻子，模样确实娇俏，长得是挺漂亮的，竟没想到自己娶了个校花做老婆。当我老婆不好吗？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结婚那么早，否则我在学校就是个猴子，被人偷窥，背地里被人议论指点。大学生涯我想过得平静一点。江成宇和小妻子对视，只见小妻子的眼眸中含着倔强，恐怕他若是不答应，下一秒这女孩都能给自己再吵一下。于是江总再次妥协。校长再次接到江成宇的电话，谷冉冉是我妻子这件事绝密。挂了电话，江成宇问面前的小女人，这次满意了？冉冉眼睛瞥到一边，点点头，还行吧。江成宇被妻子的小傲娇给可爱到，他看着冉冉的侧脸笑得爽朗。冉冉轻瞄了他一眼，发现他在看自己笑，他内心有些紧张。你笑什么？笑你胆子大。迄今为止你可是第一人跑到我办公室冲我大骂的人，谁让你做错了？我怎么不骂别人？再说骂自己老公又不犯法。江成宇点头，确实，夫妻间谁还没吵架的时候？冉冉事情解决了，他在公司和江成宇共处一室，浑身不自在。他像个小火车头似的冲到办公室门口，头也不回的对江成宇说：“我走了，再见。”有了江成宇的吩咐，冉冉在学校办理转专业的手续很快。江苏木也兴致勃勃的去转专业，最后老实礼貌的回复：“江少爷，江总依旧不同意您转班呢，凭什么？他都能了。”江苏木拉着他求妙招：“你怎么把我叔说服的？我去办公室骂了你叔一顿，你能不能给我支点是活人办的招啊？我真的骂了你叔好几句，最后他才同意我转专业的。你去试试吧，万事在于尝试。或许你骂他一顿，以后你就再也不怕他了，也或许来年我和小莫去你坟头烧香。吴冉冉，你给我出这损招，你丫的心就不疼吗？不疼，还挺舒服的。”离开的路上，江苏木一路哀嚎，身边的两女笑得开怀。江成宇从和冉冉误会解除后，他终于不用良心受到自己的谴责了。他一开始就是自己的老婆，和苏木没有半毛关系，他心情极好，甚至想亲自去接妻子放学。见冉冉没有回复信息，很快江成宇的电话给他打过来：“我刚才给你发的微信你看了吗？”“啊，我刚才在忙，没有看到。那个你有事儿吗？”冉冉听着他的声音，耳畔响起刚刚苏小沫和苏木斩钉截铁的话：“江成宇看上你了。”他在接电话时带着女孩子的娇羞：“几点放学我去接你？”“不用了，我和小沫一块出去玩。”江成宇笑道：“我第一次当司机你却拒绝我，那你就提前适应被拒绝吗？以后慢慢习惯。”偷听的苏小沫和苏木给冉冉竖了个大拇指，牛逼姐妹，一点都不害怕对方是江成宇。江成宇心情不错，没有强迫他。既然有约，他遗憾的挂了电话。冉冉咬着唇瓣，觉得有点可惜，心里不太对劲儿。江苏木，你叔有几天不在家住了？你知道他住哪儿吗？叶南别墅啊。江苏木想也不想的就回答。冉冉对这4个字有些熟悉，忽然他想起江成宇打算带他搬走时，问了他一句：“叶南别墅搬不搬？”江苏木接着说：“那是我叔的私宅，没人能进去过，除非是对我叔很重要的人，那里才是我叔的家。他从13岁的时候就自己搬出去住了，就在叶南别墅。”毫不夸张的说，江家老宅是借宿的地方，我叔真正的家是叶南别墅。冉冉快速的眨眼，叶南别墅是江成宇真正的家，那日应该不是他耳鸣听错了吧？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晚上成宇回到家，江成宇，我问你个事儿，又不叫老公了，你不是说我虚伪吗？冉冉嘟嘴娇怨，那是误会，以后你可以继续叫老公。冉冉包着嘴巴，那晚你说带我搬去叶南别墅，是我幻听了还是你真说了？江成宇看着他，怎么忽然想起这个了？冉冉眼珠子转转，我就是听江苏木说了，我好奇。江成宇喉结滚动，你不是没答应我吗？冉冉震惊，原来他那晚说的真的是叶南别墅，叫老公。江成宇微微弯腰，凑近冉冉的面庞，对我撒娇，我就告诉你，这什么怪癖呀呀呀！此处有800字，不让放出来了，博主帮你们看了。在2人衣衫凌乱之时，门口传来敲门声，门口江苏木喊：“谷冉冉，你出来一下。”江成宇低头看了眼小妻子，因为害羞，他脸都红到耳朵根了。他给冉冉盖好被子，打开屋门，见到侄子，二话不说一脚踹在苏木的身上。“啊，叔！”苏木疼痛的发出一声惨叫，“滚我书房！若是你没要紧事，今晚我饶不了你。”苏木捂着自己的胯骨和疼的后腿。小叔，我找谷冉冉，你婶婶睡了，有话对我说。苏木不敢拒绝，他跟着江成宇到了他书房，说他王者风范命令侄子，我就是想告诉谷冉冉，学校校花榜单大赛有人在黑他。江成宇眯眼，谁了？第2名高倩冰，他和谷冉冉的票数差了3000票，他就算再穷追猛赶也追不上，但是他竟然在学校的论坛上说谷冉冉被人包养，把他送去整容了。江成宇听罢继而问，还有什么事吗？叔，那个拉丁舞班，咱误会都解除了，你看你能不能放我一马？成宇大手一挥，明天就不需要去了。苏木感激地看着小叔叔，不过江成宇有另一条规定，一条晚上8点以后不许去找我和你婶婶，有任何急事都不能找。苏木规规矩矩的点头，如果今晚没有苏木的突然打岔，以他对自己老婆的了解，或许今晚稀里糊涂的该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第2条，在家在校都护着你小婶婶。江苏木诚实的说，如果谷冉冉护我怎么办？要知道他的段位，真要是打起来，一般人不是他的对手。江成宇抬眸瞪着侄子，明天去跆拳道馆报道。不啊，叔，我答应你，保护谷冉冉。江成宇又提了第3个条件，他是你长辈，以后按照辈分称呼。江苏木抿唇，在学校他不让我叫他婶婶，学校除外。江成宇也意识到小妻子不愿意在学校公开和他的关系，不过他又强调了一件事，他现在是校花，身边的异性会越来
越来越多，你知道该怎么做吗？苏木兴奋地拍手，他食指指着江成宇，一副我懂的样子。放心吧叔，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江成宇满意的点头。回去吧。苏木回了个滑稽的敬礼手势，麻溜的没影了。江成宇在书房内回忆刚才卧室的一刻，他嘴角带着淡笑重回主卧。床上蜷成一团的某小冉听到声音，眼睛瞬间闭上，身子紧绷着。江成宇站在床边不动，他打量装睡的小妻子，笑意浓浓开口：原来你在害羞。被窝中的冉冉脸更红了。接着江成宇笑声又加大，他起身离开了床边。片刻浴室的水流声响起，冉冉才睁开眼，他长出一口气，心情变好的男人归家时间也规律了。第二天到了学校，冉冉就知道了自己被高倩冰黑的事情，他还没发力收拾人呢。下午高倩冰的各种黑料就霸占了学校贴吧的首页，整容的是他，在夜店认大哥的也是他，一大堆视频加图片，一下子高倩冰的名气直接跌入了谷底。冉冉正和苏小沫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看高倩冰的视频，活雷锋啊，这人不够意思，视频打码就让我们看脸。不一会儿，苏木来到了教室，古冉冉，看贴吧你又上置顶了。冉冉一头问号，我还有比他还劲爆的消息。他立马上贴吧看，只见他从小到大的每个年龄段的照片都流露了出来，用实照来打脸他整容的虚假消息，接着造谣他整容的医院被封，医生被抓，说他被包养的人不知道谁以他的名义发出了个律师函，吓得对方立马跑来贴吧道歉，说明事情的全部经过。死党三人看到这个消息后都沉默了。冉冉从早上到现在一直和他们在一起，他又是早上刚知道的这件事，他没时间去做这些事啊，而且他的脑子也想不到用律师函啊。苏小沫问小冉，你真的是今天早上才知道的吗？他反问小姐妹小沫，是不是你又去求你哥帮我摆平这件事了？苏小沫摇头，咱俩连上厕所都在一起，我做没做你还不知道吗？这下两人恐怖了，到底是哪个活雷锋做的这件事？江苏木惊呼，我知道是谁了，我叔。姐妹俩同时震惊，他怎么知道？我都是刚知道，我昨晚不是去找你们了吗？你那会儿睡着了，我叔就把我带去了书房，我告诉了他，能有这个手段的只有我叔。冉冉惊得说不出话来。苏小沫眼神恐怖地看着好友，冉啊，你到底做的什么事情啊？他的心怎么就到你手里了？冉冉不相信，不可能，江成宇大忙人，哪有时间帮我做这种小事？不管冉冉怎么辩解，另外两人都坚信了做这个事情的人就是江成宇。到了晚上，冉冉想了好久，还是鼓起勇气问起这事。他只是一个小人物，是我交代手下人去做的这件事。江成宇承认了。冉冉惊讶的小嘴张圆，他双手抓着江成宇的衬衣，真是你？除了我还有谁？老公，你知道高倩冰是谁吗？江成宇摇头，他身份有你江太太的身份尊贵吗？他表姐是高允儿，你的追求者。我一个已婚男人要什么追求者？他的一厢情愿而已。如果你觉得烦，你可以上门去挑衅他，我肯定站在你这一边。冉冉忽然笑了起来，老公，我上门挑衅，他们就觉得我不讲理了。你老公是江成宇，你有资格不讲理？搞清楚下手的人是江成宇后，冉冉天天都是好心情。高倩冰的丑闻已经成了最大的一个茶余饭后被人议论的新闻，他身边的同学朋友将他当瘟神似的纷纷远离，本来只是想整整冉冉，没想到反而笑话是自己。高倩冰哭得梨花带雨的去了高家寻找表姐高允儿帮助。高允儿本不想管这档事，但一看是古冉冉，这是高允儿永远的痛。如今她被江老限制进入江家，她曾经去找过魏爱华，可魏爱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躲着不见她，这让她已经好久不知道江家的现况了。如今江成宇更是为了古冉冉插手对付她表妹，高允儿心中更没底。这件事你就当认一次亏，找个合适的机会做个好事，将自己的污名盖过去，明年再和她竞争。姐，我不甘心，不甘心你也得甘心，那些事情是你做的，况且做这件事的人不是古冉冉是成宇，他是我们都不能得罪的人。高倩冰咬着嘴唇，嘴角下压一副丧气。冰儿，学校他们之间再有任何事情随时来告诉姐姐，你的仇姐以后帮你报，谢谢表姐。这天魏爱华正在家练瑜伽时，高允儿的电话再次打来，魏爱华再次找理由拒绝。大嫂，你最近怎么了？处处躲着我，你有什么可躲避的？要躲避也是你躲避我，毕竟小鬼才会害怕的躲避。这次彻底将高允儿弄懵了，魏爱华对自己的敌意这么大，这中间到底有什么差错？大嫂，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或者被什么人挑拨了呀？魏爱华在瑜伽垫上又伸展了一个大腰，被人挑拨一次是我愚蠢，但不会有人挑拨我第二次，我也不会给任何人这个机会。你是个聪明人，若不然我曾经也不会被你利用。今日的意思你应该明白了，有些人天生就不是我们江家人，即使努力了15年，心眼使尽也始终不会是江家人，因为有些人的心太脏了。小冉的心灵很纯粹很干净，只是脾气不好些，但太巧了，我就喜欢上他这种小炮仗脾气了。魏爱华挂了高允儿的电话，让高允儿知道了他的态度，断了高允儿从他下手的心。晚上魏爱华还警告儿子，姓高的想和你套近乎，你趁早给我远离，不听话我让你叔断了你的一切。晓得了晓得了，你说的不就是高允儿吗？我早就烦死他了，之前咱家就你一个人觉得他是好人，还想让他嫁给我叔，我爷爷这个老糊涂都知道那不是个善茬，就你两眼闭着交朋友。江老在一旁坐着，嘴巴不乐意的撅起来，我怎么老糊涂了？我老糊涂我能给你叔指这么好的婚事，你还好意思说？你都不知道你给自己找的是什么儿媳妇。苏木指着吃葡萄的冉冉教育亲爷爷，爷爷，看人真的不能看表面，他就是无公害的外表下藏着一个恶魔因子的心，披着甜美可人的外衣，遮挡他是暴躁狂的真相。这是苏木用自己的10年青春总结出来的。冉冉慢慢的听苏木对自己的控诉，说的都很对，但是没人信啊。在她老公的心中，自己软萌可爱香甜非常；在她大嫂的心中，自己天真直率为人真诚；在她公爹的心中，自己孝顺懂事俏皮活泼。苏木的那些话，江老直接对回去，你说的都是屁。苏木失言，爷爷，我说的是真的，你再说你婶婶一个字的不好，你等着你叔收拾人吧。苏木看向了冉冉身边的男人，只见一向高冷不近人情不近女色的江成宇主动拿起一颗葡萄喂在了妻子的口中，还问甜吗？苏木的下巴快落在地上了，他指着冉冉，叔，他会打人。他叔不信。苏木指着冉冉对母亲说，妈，他会打人，你们打过架的你忘了，妈也会打人，有问题吗？苏木看着爷爷，江老现在还记仇他的亲赐嫔呢。他傲娇的一扭脸不看孙子，靠，你们都相信我啊？众人，你不可信。冉冉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在江家的地位攀升。大周末的，江成宇难得在家陪家人，众人心知肚明那是陪某人，还陪着外出买了好多他爱吃的雪糕。冉冉立马拿出其中一个颠颠的跑去递给江老，爸，给你吃，我不吃，这都是小孩吃的，冰激凌都吃了，雪糕比冰激凌还好吃，真的。
你尝尝。半个小时后，小冉还有刚才那个巧克力味的没？我觉得奶油的不好吃，巧克力的有味。姜老嘴馋的问。姜老又吃了一个巧克力味的雪糕，他咬着里边的花生粒，还有外边的一层巧克力，嘎嘣嘎嘣的，嚼着特别有味道，还是这个味道正。傍晚，在应酬的江成宇忽然接到了小妻子哭哭啼啼打来的电话，老公，我做错事了，对不起，呜，爸住院了，因为雪糕。